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教大家怎么样利用网站来做联盟营销。这可能是有风在 YouTube 上分享过最有价值的一些经验。我已经做了联盟营销，其实也做了非常久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想做联盟营销有没有搞头，那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决心肯投入，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网上赚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每年的话，市场上都会有非常多新的产品出现。这些新产品的话，它都需要进行一个市场推广这个机会是非常的多的。联盟营销的话，它是一个持久战，你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可以赚非常多的钱。如果你看中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联盟营销可能是你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之一。其实视频中有风会教你如何使用 WordPress 这个平台和我们这个 Elementor 相结合他们目前的话，这两个结合起来应该是现在最流行最好的一个建站工具搭建你自己的一个联盟营销网站。我会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教你建立一个简单而且非常高效的一个联盟营销网站，只需要用免费的工具就能建立和运行起这个网站。你唯一需要花费的可能就是购买主机、购买域名的一个费用。我会一步一步带着大家，用不到3美元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个便宜又好用的一个主机，而且非常的稳定，速度也非常的快。在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会分享我个人的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些方法。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找到最好的最赚钱的一个关键词，还有就是怎么样写文章才能让我们的文章的话排到 Google 的一个首页去。如果你不会写作的话也没有关系，现在有了我们人工智能，有了我们 GPT 的一个帮助，它可以帮我们完成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工作。有风的话会教大家怎么样用 GPT 来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博客文章，还能针对你的目标关键词的话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学习怎么样建立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网站的话，那就好好看一下本期有风的这个视频，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吧。首先的话，我们会用 WordPress 的话来建立我们的一个网站。WordPress 的话，它是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建站程序。对于联盟营销来说的话，它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 WordPress 里面可以装非常多的一个插件，可以让我们使用最好的一个搜索引擎优化工具，帮助我们的话优化我们的一个文章内容。这样的话，我们的目标关键词就有机会排名到 Google 的前几名去。WordPress 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免费的使用。我们唯一需要支付的就是一个主机域名，就是我们唯一需要付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器，我们的主机。我们需要租用一些空间，这些空间的话可以24小时运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文字信息、把我们的图片存储到网上。访客的话就可以随时的话访问我们的网站。有风使用的是 Hostinger 的话作为我们的一个域名主机服务提供商。它的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它的这个 Hostinger 的话，它这个主机的话非常的可靠，速度的话也非常的快适合我们的初学者。同时的话，价格的话也非常亲民最便宜的只要2.99美元一个月，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只需要支付不到3美元的价格就可以完美的运行你的网站。首先的话，这个是 Hostinger 的一个官方网站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它是一个英文的界面，没有关系，它支持中文。我们点击一下左上角这个英语，调到最右下角这里就是一个中文，这里面就可以你可以点击左边这个享受优惠进行一个购买。它里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证也就是说30天以内的话你都可以提出一个申请退款。我们就点击这个享受优惠。这里面它给我们提供了有3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虚拟主机套餐。有风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中间这个 Business， 也就是一个商务计划，因为我们来做联盟营销，我们需要它中间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 CDN。这个 CDN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问一下ChatGPT。CDN 的话，它主要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网站的一个速度。因为做网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打开一个网页的话，很久都打不开，你可能就离开了。所以说 CDN 对于我们网站来说的话非常的重要。Hostinger 的话，它这个商业计划也是 Business， 它就提供这个 CDN 的一个服务。CDN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3.99它就没有这个 CDN 服务另外的话，它这个空间里的话你可以放100个网站，而且的话它这个29.99美元这个商业计划它是速度的话会提高5倍，比这个基本的这个计划有200G 的一个存储空间，那可以挂靠100个网站无线的一个
SSL， 还有一个无限制的流量，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电子邮箱服务。那WordPress 这些功能都可以自动更新加速安装网站迁移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功能。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增加到购物车。这里面的话，48个月的话就是23块钱一个月。那如果你选择买1个月的话，就是129。那这个是不推荐给大家的。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选择个12个月的，12个月的话就是43块钱一个月，43块钱一个月，到时候后面你续费的话，那每个月就是90多块钱。那如果你选择这个48个月的话，那后面你续费的话就是69美元一个月，48个月。那有风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你想更省钱的话，你可以选择买它这个48个月的，它还会赠送你免费1年的一个域名，前面3个的话也会赠送一个免费1年的一个域名。上面选好以后的话，这里可以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输入你的一个密码，创建你的一个账号。你可以直接点击右边这个使用 Google 账号直接登录。它支付的话，信用卡付款也支持我们的一个支付宝付款，或者你的一个银联付款，或者是一个 PayPal 付款。选好以后这边的话都可以不用填，你直接就可以点击一个提交一个安全付款就可以了，10天退款保证加密传输安全支付非常的简单。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进行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安装。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网站，我们点击这里创建网站，点一下这个加号，好，点击这个开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创建一个新的网站，我们选这个。好，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WordPress 选择。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语言。如果我们是做中文网站，那我们就选择这个 China 这个。下面的话就是你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这里填进来。好，这里的话设置一个密码。那密码的话，它要求比较严格，大家按照下面的要求来填写一下就可以了。这里的话直接然后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它会说增加插件到你的网站。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跳过我自己管理插件，因为这些插件我们暂时用不到。我们可以前期少装一点插件越少的话，我们网站的运行速度就越快。我们这里选择跳过我自己管理插件。这里的话它会叫你选择一个模板这里的话我们暂时不选择。等一下有风会教大家选择哪一个模板来制作这里点击跳过，我不需要模板的话，会来到一个选择域名。因为我们在购买这个 Hostingo， 如果你购买它1年的一个主机服务的话，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有风这里选择的就是它赠送我的这个域名，我直接选择它。或者说你在其他地方购买有域名的话，你直接可以再选择其他地方购买的域名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选择这个赠送的这个域名，点击选择。那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你服务器的一个位置，点击这个笔。这个位置的话就选择如果你的访客大部分集中在哪个地方，那你就选离你访客近一点的这个位置。选好以后的话，点击这个改变，然后这里点击一个完成设置。Hostingo 的话，它就在帮我们安装这个 WordPress 网站程序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我们这里可能需要稍微等一下。现在的话，程序已经安装好了恭喜就绪。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仪表盘点击一下首页，这个就是我们 WordPress 的这个后台的话，这就是后台的一个网址。如果你怕你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你点击这个按钮，你把它拖到这个收藏夹里面下次你点一下它它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页面。那我们可以去我们的首页看一下，点击这个鼠标放在上面来，点击这个查看暂填，点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装好的一个网站。我们有很多新手朋友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进入后台。进入后台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在后面打一个斜杠，输入个 WP -ADMIN 就是这个，按一下回车就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如果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可能还需要输入一下你的邮箱、你的密码同样的话可以进来。还有一个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的方法，还有这边可以刷新一下来到 Hostingo 的一个后台，因为我们刚才主机域名就是在 Hostingo 买的。我们点击这个网站，点了网站以后，我们这里可以点击管理面板它同样的话可以跳转到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点击这个首页，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信息的话非常多。
那可能是刚刚看起有点乱，那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先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右上角的话有个显示选项，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把这些的话全部勾的话把它给去掉啊，收上去啊。这样的话我们后台首页的话看起来就非常干净清爽了。那接下来的话，因为我们是刚刚新建的一个网站，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初步的设置。那大家的话跟着有风来一起设置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点击文章，点击这个所有文章。啊，它默认的话 ，WordPress 会帮我们写一篇文章，那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把它删掉。啊，点击这个勾，把它勾起来，点击批量操作，移动到回收站，再点应用，把这篇文章先给删掉。啊，然后的话，我们再点回收站，回收站的话，我们再点一下它，那把它从我们回收站的话清空啊，清空回收站。啊，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啊，这里有个媒体。那媒体的话就是存放我们图片啊，存放我们视频的一个地方啊。再往下面走，我们点击这个页面，好，我们再点击这个页面，那我们可以看到，那页面的话，它默认的话也会有一些文章，那我们目前来说不需要，那我们也需要把它删掉啊。勾选，然后点击批量操作，移动到回收站，再点击应用。接下来我们再到回收站里面来，那把它清空一下，勾选。啊，这里清空回收站。啊，接下来是评论。啊，如果我们网站有其他人评论的话，都会显示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件。啊，插件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那 WordPress 的话，它可能会默认帮我们装一些插件进来。那我们不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啊，比如这个我们不需要，我们点击禁用，点击这个删除啊，把它删掉。这个的话是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缓存插件，那我们先把它留下来，因为这个插件的话，它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速度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先把它禁用掉，因为现在我们网站什么都没有，先把它关掉。后面启用自动更新，那我们把它点一下。那如果它以后有更新的话，它就会全自动的一个更新。那因为插件太多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网站的速度，所以说如果不需要的插件，我们都把它建议删掉或者一个暂停。接下来我们再往下面走，这里有个设置的话，这里有一个常规啊，我们点击常规，这个就是我们网站的名字。那你可以在这里网站叫什么名字，在这里输进来就可以了。填好以后记得拉到最下面，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我们再看了下面有个固定链接，我们点一下，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网址的显示的一个方式。那它这默认的话显示这个自定义结构的话太多太复杂了，那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怎么改呢？我们先点，我们只需要一个文章的一个名字就可以了，我们点一下文件名文章名。那你看在后面多了一个斜杠，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再点一下自定义结构，把后面这个斜杠给删掉就可以了。最后的话拉到下面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我们再进行这个讨论，也就是评论。前期我们刚刚运行的话，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垃圾评论。前期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如说允许他人在新文章发表评论，我们可以暂时关闭掉，那就可以减少我们非常多的一个烦恼。因为刚开始的话，确实会有非常多垃圾评论进来。当我们后面我们这个整个网站做起来以后，后面我们再把这个打开就可以了。勾掉以后，最下面点击一个保存更改。那现在我们进入我们主页，大概看一下效果。放在这个我们的名字这里，点击查看站点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网站一个显示的一个效果。如果你还想回到后台的话，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个 W， 那或者说你在这上面输入这个网址斜杠，然后 WP -ADMIN 同样的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我们点击这个主题。它里面的话，默认的话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这些主题。那这些主题的话，我们默认已经启用了这个。我们不需要的，我们需要把它删掉。这个不需要，我们点一下它；这个不需要，我们点一下它，点击一个删除。这个模板的话，也不是我们需要的。但是现在的删除不了，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模板。我们来装一下我们需要的一个主题模板。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增加新的主题，我输入这个 Ocean。WP 就是这个插件可以在这里搜索找得到它，就是这个插件。我们点击这个安装，那把这个主题模板的话安装到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来。因为这个模板的话非常的好用，有风强烈建议大家安装这个模板。等一下有风也会用这个模板为例来详细教大家怎么样对我们的网站进行非常详细的一个设置。当你学会以后的话，以后不管你的网站遇到什么问题，你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你都知道它的大概修改设置的地方在哪里。这里安装好了，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启用。
好，启用好啊，这上面这些广告不需要，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啊，这个设施我们刚才这个主题现在不需要，他们点一下它，可以把它删除掉了。现在的话就只剩下我们刚刚安装好的这个主题模板，我们点击这里启用自动更新啊，把它点一下。如果这个模板有更新的话，或者说有什么漏洞的话，它都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更新。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安装一些插件，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然后点击增加新的插件。好，就来到我们的一个插件的话，我们在这里啊搜索这个 Elementor 啊，就是 Elementor 就是这个插件，它是一个网站生成器。那我们点击一个安装，这个就是 Elementor 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安装这个插件有什么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左边啊进行一些拖动，我们把我们想要的所有的元素，我们可以进行拖动，就可以进行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啊，也不用你写代码啊，我们直接可以进行一个拖放的一个操作。它可以进行一个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页面编辑器。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拖动来布局我们整个网站。好，这里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启用，那我们等下来启用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个插件，叫做 Ocean Extra。那这个是什么插件呢？这个是针对我们刚刚安装的这个网站主题，专门为它设计的一个插件啊。这个插件的话一定要装上啊，它可以大大增强我们的模板的一个功能。那同样的话，点击这个立即安装。好，这里安装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已安装的插件这个页面，点一下这里。好，我们把这个刚才装的2个插件的话勾上，我们把它一个启用点一下，然后点击应用。这上面的这个东西不需要，我们点这个叉把它擦掉就可以了。到后面的话，我们也需要启用一个自动更新，点一下启用自动更新这个。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启用自动更新，那没关系，你点击这个显示选项，再把它勾上就可以了，点击应用，然后它就会出来。这些不要的我们都可以点叉把它关掉。我们的网站做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要决定，那我们要写什么样的文章，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来做联盟营销推广的一个产品。如果前期你不懂的话，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GPT 的话，相信大家都有用到过。我给他说，我说联盟营销文章啊，写哪些类型的话转化率比较高。那 GPT 的话，它会给我一个大概写文章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写一些产品评测比较的文章比较好，还使用案例的分享啊，优惠折扣的一个推广，还有一些比如说教程啊、教育性的一些文章，那就是教大家啊怎么样使用某某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用户的一个评论见证，还有一些最重要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产品的评测或者一个比较的文章，这个是用的非常多的。我再叫 GPT 的话，给出我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标题的一些案例，来看一下 GPT 的话还会给出我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比如说产品的评测与比较的文章，2023年最佳什么产品的一个测评也对比1比1比较什么产品 A vs 产品 B， 看看谁的话产品效果更好。使用案例的话，还有这个独家优惠只需要点击链接即可享受特别的一个优惠折扣。还有一些关于一些教程教育类的一些文章，比如说新手指南，如何从零开始开始使用某某的一个产品那这些的话就可以大概给了我们一个内容的一个方向。我们要做的网站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首页，那里面的话会有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文章，那有上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导航栏，那这个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文章的一些页面等一下我们大概会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一个比如说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还有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来写文章了。当然，为了我们前期的一个进度，那有风的话会给大家提供一份数据下载，你直接把这份数据下载下来，导入你的 WordPress 网站里你就可以直接有现成的文章，你马上就可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这个链接的话，有风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链接打开这个网站，直接把它download点击这个按钮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数据直接点击3个点把它下载下来。当你把这个数据下载好以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工具，我们点击一个导入点一下它，再点击这个 WordPress， 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安装上来点击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运行导入器，点一下它。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文件点一下它，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文章的一个数据的话给导进来
就是这个WordPress 的一个数据点击 Open， 这里点击上传文件并导入，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一个网站，选择我们这个域名，这里勾选前面这个下载并导入文件附件，点击一个提交。好，这样的话数据的话就导入我们的网站里面。我现在可以点击文章，我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话，文章数据已经被导入进来了。如果你如果不想使用有风这个数据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点击写文章，来自己发布一些文章也可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那也没有问题。这个数据导进来，我们点一下首页来看一下点击在上面查看站点，我们来看一下OK 首页的话大概都有一些文章了我们还是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首页，让我们的首页的话看起来更专业。首先我们点击这个页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新增页面。好，这里名字的话我们就命名为一个首页。这边的话我们有一些细节需要设置，有一些细节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2个圈，点一下它，点击第一个，把这个宽度布局的话，我们选择这个100%的一个宽度，后面这个 padding 也就是一个间距，我们点击禁用 disable， 然后后面下面有个 title， 这里的话我们也把它禁用一下这3个地方大家记得改一下。点击这个计划，点击计划，把它发布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点击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页面，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上面大家看到这里多了一个首页。如果我们把这个首页删掉这个页面的话才是我们域名这个页面才是人家访问我们首页时候显示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想要这个页面不是我们想要展示的一个页面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它，让别人第一次进来的话会跳转到我们刚才设置的那个页面方法非常的简单大家跟着有风一起操作一下我们还是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设置，点击这个阅读，这里你可以看是你的主页显示我们点击一个静态的一个页面，主页的话选是首页，也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页面，下面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再点击页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新建的首页后面有多了一个杠的首页这个就是这就是它现在就成为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页面。我们点进来，点一下它，顶部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Elementor 的话它就是一个可拖放式布局的一个插件，这个的话非常的好用这里有个这个我们把它变小，把它关掉，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我们来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选择一个结构，我们选择一个两列，点一下它。左边的话我们可以放上文字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放图片。首先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左边，点击这9个点，这里有个标题，我们直接往里面拖这些的话都是一些基础的操作，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操作新手朋友的话你可以先跟着有风操作一遍了解一下它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功能等后面的话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更改，在哪里可以设置一下这些比如说设置字体设置它的一个字体大小等等非常细节小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打上我们的比如说你的网站的一个 slogan， 你的一个口号粘贴到这里面来说学无止境让我们掌握工具域联盟开启无限可能的数字营销时代这个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写成你自己的就行了。那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比如说它的颜色，它的字体如果我们单独进行更改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个样式，点击这个排版那支笔，那我们可以在里面调整只是说这样调整起来的话有点麻烦，首先需要进行一个全局的一个设置当后面的我们首先需要进行一个全局的设置设定我们整个网站的它的一个颜色，它的一个字体，那可以让我们网站的话看起来更统一。点击这3杠，点击站点设置，我们点击这3杠，点击站点设置，点击这个全局颜色，这里的话就可以对我们网站的颜色的话进行一个布局，进行一个配色。那如果你不是设计师，如果你对颜色不是很敏感，你可能配不出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工具来帮助大家。那工具的话有风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都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那这个网站呢它是一个配色网站它可以根据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颜色自动帮我们搭配出比较专业好看的颜色。
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开始生成。你现在的话按一下你键盘上的一个空格键，大家可以看到有风按了一下键盘上的空格键，你每按一次的话，它的颜色的话就会进行一个更改，就会根据一个变换。这个里面就是它搭配出来的一个颜色。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这个就是一个颜色的代码，点一下它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复制一下这个颜色。点击这个按钮也可以直接的话颜色代码就复制下来了。但是的话，我们的网站的话，我们颜色的话不需要用的太多，我觉得一般3种颜色就可以了。太多的话会让整个网站看起来比较花。可以点击这个叉，点击这个叉，把它擦掉，剩下3种颜色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可以按一下键盘上的一个空格键，按一下，你每按一次的话，它都会进行一个变换。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可以，你喜欢这个颜色，那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锁，把它锁定。锁定好以后，这个颜色就不会变了。这边2个颜色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更改。你需要用，比如说黑色配上什么颜色好看，那你就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这个颜色我也确定可以了，我也可以点击这个锁把它锁住。继续按下键盘上的一个回车键，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颜色，直到选择你满意的颜色为止。这些颜色的话，其实配出来的话都非常的好看。有风的话，之前已经配好了这种。有风的话，之前已经配好了3种颜色：绿的、黑的，还有就是这个灰的。这个3种颜色的话，我比较喜欢。首先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中间这个黑的，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我们把我们的主要、次要、文本还有摘要的话，那我们就用这一个颜色就可以了。颜色的话不要用的太多，我们全部都改成这个，让它稍微整个网站的话看起来简单一点。这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背景颜色。这个摘要的话，我们可以颜色的话可以稍微变一下，比如说我用第一个绿色，然后粘贴进来。OK， 我们前面的设置好了。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背景色。那背景色的话，我们可以用第3个简单一点的复制一下它，回到这里点击这个，把颜色的话代码粘贴进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颜色的话，那布局好了就是说黑、绿还有这个灰，那都非常的简单低调。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记得点击一下这个更新按钮。全局颜色设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返回一下。你还可以对应我们全局的一个字体的话进行一个设置。如果说你这些字体的话你不喜欢，你可以在全局字体里面这里更改一下，比如说主要你用什么字体你都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更改。这里面都是一样的。有风的话就让它默认，我先不改它或者说我改成这个吧，因为它里面中文字体比较少，我选择这个比较 ARIAL， 我还比较简单。全部的话我都改成1种字体。字体的话我也不需要太多太复杂。字体改好以后也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返回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字体的颜色的话它已经变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叉 OK 回到我们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我这个字的话有点小，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变大一点。我们点一下这个笔，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排版，这里有支笔，我们可以拖动一下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好，这样的话你觉得差不多了，觉得应该设这个40的话应该差不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在下面的话再增加一排小的字来进一步阐述一下，还是点击这9个点这次的话，我们先点击这个文本编辑器拖到它下面，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紫色的加宽了，我们把我们需要的文字内容的话直接粘贴过来。的话，我们直接比如说这个是我想要的内容，直接把它粘贴过来。上面的话，感觉这个行高的话，我们可以再调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笔，点击样式，点击这个排版，我们把行高稍微拉一下，刚才的话离得太近了，我们稍微让它远一点，这样可以了。字体的话，我们也把它变大一点，点击这个笔同样点击样式，点击排版，把这个字体的话也稍微调大一点点。好，这样的话差不多了。一个25，好，可以了。我们再在下面的话增加一个邮件列表
因为现在做网站的话，收集邮件的话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这里加一个邮件列表清单。那访客的话进入我们网站以后的话，可以提交一下他的电子邮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在后续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做，在后续我们就可以给他发邮件，做一些邮件营销。我们怎么做呢？方法也一样，点击这9个点，我们往下面拿到这里，大家看那个 WordPress 就是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mail 邮件的直接把它放到它的下面同样的放这样的话这个邮件的话它也会被加进来。我们来进一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邮件收集表单，因为它太复杂了，我们可以把删掉不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标题这里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接受这个也不需要把它直接删掉。那这里只剩下比如说你输入个你常用的邮箱后面的话勾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中文加入。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设置好了。它现在的话这个颜色的话我们也加入这个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因为我们需要它和我们这个颜色的话更匹配。那我们怎么样更改呢？那更改之前的话我们先点击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我们的网站的一个首页，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选择这个一般选项。这个自定义打开的时候，它有时候这边的话它可能加载有点时间，我们稍微等一下。那这里的话正在旋转，我们需要把它的颜色的话稍微更改一下，点击一般选项，这里选择一个一般样式。这个主颜色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第一个颜色，我们复制一下它，把它颜色的话改一下，粘贴进来。全体颜色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比它浅那么一点点，我们先把它粘贴进来，让它稍微深一点也可以让它好差不多了，比我们上面颜色稍微深一点。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链接的一个颜色，链接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黑色，我们复制一下它，然后把这个颜色稍微更改一下，粘贴进来。全体颜色的话我们还是用我们的第一个的绿色吧。好，然后的话把颜色也粘贴进来。好，弄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发布，我们点击这个叉关掉大家可以看到这颜色的话已经变了我放在上面的话颜色会变稍微深一点。回到我们的 Elementor， 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来看一下，它是收集邮件列表的一个表单，那我们需要把它连接到一个邮件营销平台，那它才可以发挥到它的一个功能。那等一下的话在视频的后面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把它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邮件营销平台。好，接下来右边的话我们可以加一张图片，那图片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去 Pixabay或者这个网站 Unsplash或者是 Pixel， 它里面的话里面有非常多一些素材图片，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比如说点击它，那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那可以当成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素材。因为这个 Pixabay 里面它素材的话都是免费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当然它因为现在有了 AI， 那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生成，因为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的话它没有一个版权。这张图片的话有风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关于 AI 生图的一些教程的话，有风也做过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链接的话有风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来去学习一下呢。AI 生成图非常简单，比如说我用 Midjourney， 它是运行在 Discord 里面，我们打一个斜杠，然后这里输入个 Imagine Pro， 然后后面的话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然后按一下回车，它就会默认帮我们生成4张图片。你喜欢哪一张？比如你喜欢第一张，你就点一下 U1， 它就会把它放大。放大以后的话，你点一下它，在浏览器中打开，你可以点击右键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那有了图片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图片，比如说我传到我这边来，那怎么做呢？我点击这9个点，我这里选择一个图像，我直接把它拖过来，这里可以选择图像，这里选择我把它上传进来，比如说我刚才这个美女，就是我用 AI 的生成好的这个美女。好，这里点击选择，好，这样的话这个图片的话就加到我们的网站上面了我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一下这6个点，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居中一下，点一下它。OK， 让它上下的话进行一个居中。那我还可以把它背景的话，比如说你加一个渐变颜色，那可能这样有单调，我们来加个渐变也可以。点击这个样式，然后我们这里看到，这里看没有？这里有个渐变，点一下这个颜色，比如说你上面要什么颜色下面的话我们就选择次要颜色，这里选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个浅一点点的灰吧，有一点点浅，但是也不是纯白，就有这么一点点效果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设置好了，这样的话看起来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单调。好，这里全部设置好以后，大家记得一定点一下这个更新按钮，一定要点，你不点的话，等一下刷新以后呢，你又要重新设置，那非常的麻烦。上面的内容有了，接下来我们下面的话也要来增加内容。那在增加之前的话，我们电脑上还需要安装一些插件，可以点击这3个点，还有点击这个退出，还有这里点击一个稍后再决定点一下这个。好，这可以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你也可以直接来到你的一个网站首页，点击这个 W 这个图标，点一下它也可以直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安装另外一个文章类的一个插件。我们点击这插件，这里点击一个增加新的插件。这次的话，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叫做 The Post GRID 这个就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安装的人呢还是非常多，有7万。那等一下的话就可以那安装这个插件有什么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首页的话，文章显示起来的话更好看。我们点击这个立即安装，这里安装好以后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启用。启用的话，上面这些都是广告，没必要把它关掉。拉到下面保存一下。好，这里已经保存成功。我们再来到这个插件页面，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插件的话已经安装进来。我们把这个启用自动更新也把它点开一下。我们再来到我们的一个页面，点击这个首页，再点进去一下，来到顶部，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所有页面，我们点击所有页面，看到我们的首页。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是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点一下这个，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增加一个区域增加一个方向栏，我们点一下它，我们点击这9个点，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才装的插件，它里面带的一些功能。我们直接把第一个 TPG 的这个拖进来。好，这个文章的话，大家看到文章的话已经加进来了。那它里面的话有几种布局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布局。那有风的话比较喜欢第一个，那我就点一下它，那大概显示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设置一下它因为现在显示出来有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比如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我们把这个标题这个给关掉这个标题的话它就会消失掉。好，标题就没有了。我们把那个 metadata 的话信息也给关掉。好，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没有？看起来的话会清爽很多。在下面这个摘要的显示文章数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比这个就是一个摘要的一个数量。比如说我们显示这个150个字符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那太多的话看起有点杂乱稍微简短一点点。这里一个阅读更多，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话改成中文，我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阅读全文。好，这样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文章的话它没有图片，看起来有点单调。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图片。我们首先点击一下这个更新更新一下，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首先你可以在上面输入一下你的网址，点击这个 W， 那回到我们的一个文章页，点击所有文章。那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些里面的文章的话加一些图片，让看起来的话图文并茂一些。这上面可以点击这个 No Thanks 把它关掉，然后我们点击这些点，把它全部点开。我按住左边的一个 Ctrl 键，再点鼠标的一个左键，让它们在页面打开。右边的话我们可以往下面拉，这里有个设置特色图片，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片的话，文章相关的一些图片的话给传进来。点击上传文件，点击选择文件，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的一些图片的话给加进来。那有风用到的这些图片的话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的。那你们的也可以用你们自己的一些图片，或者说你们去 Pixel 就是这个网站可以去下载一些免费的图片。那当你后面在真的写文章的时候，你肯定用到的图片的话都是你自己可能设计制作的一些图片。好，比如说第一个选中它设置特色图片，点击一下更新可以关掉。第二个的话也可以设置一下特色图片以此类推，以此类推，把我们所有的一个文章的话都加上这个特色图片一定要加这个，加了这个的话，你们的整个文章看起来的话才更漂亮一些。全部增加好以后的话，那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这个 Elementor 里面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现在的话比刚才是不是好看很多所以说一定要加上一个图片。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没有图片，我们可以用 AI。我们呢可以更改一下，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点上去，它显示的是一个蓝色。在设置的一个全局颜色的话，它只会在我们的 WordPress 那自定义页面起作用，在这个 Elementor 里面它起不了作用，所以说我们需要重新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颜色。我们需要把它颜色的话更改为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主色调。那我们可以选择顶上，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点击一下这6个点点一下，我们选择这个样式，那我们点一下，随便点一下中间这个字，我们点击这个样式，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Red More 大家看到没有？这里的话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文字的一个颜色，背景的一个颜色。那我们先复制一下我们颜色的一个代码复制一下它，颜色的话我们点击更改，颜色改成我们这个摘要的绿色。OK， 大家看到没有颜色已经变了。我们往上面走 ，OK， 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 Post Title， 也就是我们这个标题颜色，我们需要改一下它同样的标题的颜色的话，我们也需要和下面一样，点一下它，点击这个摘要的颜色这个标题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改成这个主要的一个颜色吧。OK， 它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颜色。当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让它变成一个绿色。我们点击这个悬停。这个颜色呢，我们选择一个摘要的绿色大家可以看到，当我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我们可以把这个文章加上一个圆角，让它看起来的话更舒服一些。那我们点击这个 card，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card border 就是它。那我们把它加到一个20大家看到没有？这里已经变圆了。加到一个20左右的话，它已经变成一个圆角的话，这样看起来就会更舒服一些。同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阴影点击这支笔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多了一个阴影在里面。全部设置好以后，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更新。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中间这个文字的一个颜色或者字体。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 Post Title， 我们点击这边这里有支笔，这个是排版的意思，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标题的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这里我你需要多大，那你改多大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觉得24可以没有问题。同样的话，下面这个摘要的一个字体的大小，我们可以更改。点一下这个摘要，点击这个排版，点击这个笔，你也可以拖动一下它，把它变大变小，那都没有问题。比如我觉得一个14的话，可能就差不多了。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需要了解的就是它在哪些地方可以更改以便你后面的话需要进行一些细节设置的时候，你可以找得到地方。全部改完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这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标题，比如说最新的一个文章。那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还是一样的，往下面拖这里有个标题，把它拖到这个地方来，更改一下这个字比如说可以改成热门文章。好，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点击这个样式，点击这个排版，把它稍微的话变大一点点。好，这样的话应该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距离与上面的距离，因为可能有时候隔得太近了。我们点击这6个点，再点击高级。我们首先点一下这个取消链接，你不点这个的话，你改一个，其他的全部都要更改。那比如说我们距上的话30。大家可以看到，我点了以后，它就离上面就远了。距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距下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100。大家看到，它已经往下面挪了。改好以后可以点击一下更新。好，这个首页的话，我们目前设计的差不多了。我们更新也要记得一定要点一下更新。我们接下来设置我们下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3个点。这里点击一个退出，回到我们这个后台，再点击这个 W， 直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我们博客文章的一个，我们接下来需要建一个博客页面。怎么做呢？我们这里一样的点击页面，点击增加页面。这次的话我们就改成一个，比如说叫博客。好，这里的话点击一个计划，再点一下OK 相当于发布了一下。我们还回到我们的点击 W， 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点击这个，我们点击设置，这里有个阅读，我们点一下它。这次的话，文章页这里有文章页，我们把文章页设成这个博客页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页面点击这个所有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建的一个博客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文章页。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查看，大家看有没有点一下它查看。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文章页的一个显示方式，大概是这个样子。效果不是很好，我们需要进一步设置一下。那我们可以点击点上这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它。左边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博客。这里的话，它每一次进入这个自定义页面的速度都稍微有点慢，那大家稍微等一下它。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博客，这里有个博客条目，我们点一下它。好，这下面的话有一个博客风格，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选择一个缩略图，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现在的话就变小了，看起来是不是舒服非常多点一下发布就相当于一个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返回返回2次，再点一下，我们再点击这个一版选项一版选项里面我们选择这个页面标题，页面标题显示在所有设备上，我们把它改成一个隐藏，我们把这个隐藏掉，博客这个不需要它显示这几个字大家看到它已经去掉了点击一下发布，我们再返回2次，再点一下它。好，这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排版，我们选择这个主体主体的话，我们里面的话就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我们这里面它显示的一个大小比如说我设成一个19，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字的话就会变大一点，变成25的话，后面的话一定要加上一个 px， 它才会生效。你看到没有？这个字的话就明显太大了，改成一个14没有问题。改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发布。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边栏。现在边栏的话看起来的话不是很好看，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我们还是先返回我们这最开始的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小工具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边栏，我们点一下它。这里面的话，默认我们右边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先把它删掉。点击这个3个点，点击删除这个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先把它删掉，这个也把它删掉，全部这些不需要的东西都把它全部给删除掉。我们需要重新对它进行一个布局。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在右上角增加一个搜索框，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搜索你直接可以在里面搜比如说我输入过搜搜索，点一下它。那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话，它这个搜索框的话就自动加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我们点一下它大家就让它用图标的形式显示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大家一般都明白它的一个意思。接下来我们来增加第二个东西，比如说关于我们你可以搜索一个，比如说关于输入这个 ABOUT 关于我可以点一下它右边的话OK 稍等一下它就过来了。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字比如说这个字关于我们后面的这个名字的话，你可以写上你的一个名字。这里描述的话，你可以写一个描述。那这里写描述，如果你自己不会写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到 GPT， 叫 GPT 帮我写。我说我做了一个网站关于联盟营销工具的一个使用，请你帮我写一个个人的简介，我的名字叫有风。OK， 下面的GPT 的话就帮我写了一个个人一个简介。那我直接复制一下它，把它粘贴过来就行了，粘贴进来。OK， 大家可以看到，好，右边就有了。我可以稍微多一点。所以说，如果你们遇到你的文字功底不是很好的，没有关系，那我们直接就可以用 GPT 的话来帮我们生成。这上面的头像的话，你可以改成你的自己的一个头像，非常简单。你直接点击这个的话没有用，需要把我们这个图片链接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 W， 我是先进入我的首页，再点这个 W。我们点击这个媒体这里的话，我可以比如说我上传一张我的头像，我点击一张增加文件，选择文件，可以把你的一个头像的话给传进来最好的话是传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头像，比如说这就是我的一个头像就举个例，大家明白就行了。点击这个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把我们的一个头像地址的链接粘进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我这里就已经设置好了。这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邮件收集的一个表单，那我们可以在每个页面的话都有机会收集到买家的一个邮箱。那我们继续往下面拉，那我们拉动边上这个条，同样的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搜索这个邮箱，也就是这个，点一下它。好，大家看啊，这里的又来了。比如说，你可以改成我的加入我的邮件
列表。好的，下面的话你可以写一个，好，这里下面的话你可以阐述一下它，这里可以打点字进来。好，我的字加进来了，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把它改成一个中文。这个树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必须要点一下勾。这个框我不需要把它删掉。然后这里的话把它稍微更改一下。比如说你的邮箱，好，这里点击加入我们，和刚才之前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邮件列表这边上有设置好了。这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东西，比如说最新的文章。比如说我搜索一下最新，OK， 最新文章，我们点一下它。好，大家看到我这个最新的文章的话已经加进来了。好，这里全部你设置好以后你可以点击左上角发布按钮，发布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字的话有点小，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改大一点。我们点击返回，再点击一下返回。我们这里选择这个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排版，选择排版往下面拉，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侧边小部件标题，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字号，就要改成一个18大家可以看这个字的话明显就大了，或者改成一个20也可以，20这个字的话就没有问题了。点一下发布，然后再点一下返回，这里有一个部件，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字的大小。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15，一定要加一个 px。好，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字的话也跟着大了一点了。后面的话你一定要加上一个这个 px， 不然的话它不能生效，就没有效果。点一下发布。好，我们这个全部弄好，我们可以预览一下看一下效果，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可以把这个点一个叉，把左边的话先关掉，随便来看一下整个页面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这种感觉了。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文章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章页面右边的话有我们的头像，有关于我们，有我们的邮件列表，有最新文章下面的话也有一些你可能会喜欢，这个是系统它自动会加进去。这个文章页面的话有一些细节我们还需要更改一下比如说有些我们需要显示，有些不需要显示的，我们改一下，点击这个自定义。我们现在来设置一下我们的文章页面的一些细节。这次的话我们也点击这个博客，我们需要把这档的这个地方的信息稍微改一下，点击博客。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单篇文章，单篇文章的话大家可以看往下面拉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有一些信息的话我们可以更改比如说这个评论我不需要，我就把它点一下了，把它关掉。这个日期的话我不需要，我可以把它关掉。日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日期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需要一个修改日期，因为我们需要让访客的话知道我们这个文章最新修改最新的一个日期大家可以看到日期的话它现在显示的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修改的日期，而不是一个发布的日期。这上面这个比如说这个类别的话也不要，你也可以把它关掉这个类别的话就没有了。有风建议大家的话还是把这个类别还是显示出来，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导航在这个地方也方便我们的一个比如说 Google 的一个机器人爬虫来爬取我们文章的时候内部爬取我们文章的时候的话也比较方便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的作者显示这个名字这里的话比如说把它改成我有风，或者说你自己的话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名字也可以首先我们点一下发布。同样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我是直接把这一串直接复制过来 WP-ADMIN。 我们接下来点击这个用户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更改的，我们点击这个编辑这里的话我们改一下，比如说昵称这里改成这个有风没有问题下面公开显示为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名字点击这个按钮更新一下就可以了。这次我们再在这个页面来刷新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名字的话已经改过来了，改成我们作者的一个名字，还有我们的一个日期，还有我们的一个分类。好，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我们的一个下一个页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我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页面，这里也是点击这个增加新的页面这里我们改成关于我们。右边的话也要进行一些简单一些设置，点击这个2个圈这个按钮，点击这个第一个，这里改成一个100%宽度，这里 padding 然后禁用一下。下面标题的话同样的要点一下禁用，点击这个计划，
再点一下啊，发布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关于这个页面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左边首先顶上我们需要来一个标题，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我们首先点击这个加号增加个一栏，点一下它，把这个点击9个点，把我们的标题的话拖进来你可以更改一下它，比如说叫关于我们字体的话可以大一点，点击样式，点击这个排版，把它拖大一点点这样差不多了。再点击9个点，那我们在下面增加一个文本编辑器，拖到下面来，放好。这个时候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些资料，关于你的资料。下面资料我可以叫 GPT 帮我写，我给它提示是这样子的请为我的博客网站撰写一个关于我的部分我的名字叫有风以下是一些关于我的信息，我有多少年的一个网络经验。下面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GPT 的话，它就会根据你写的一些内容的话，再帮你延伸写一下。好，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上面的一个内容，复制一下它，再回到 Elementor， 把它粘贴到这边来。前期的话，作为一个新网站的话，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你这个页面。那前期你可以随便写一下，那后面如果你真的你的网站有流量了，你可以再来好好优化一下你这个网页。比如说这部分的话，我想把它加深一下，你选择比如说你要加深的一个部分，选择它，你可以点击这个加粗可以把它加粗一下这边的话你还可以放在这上面，把它拖动一下也没有问题可以这个样子。好，就这样子可以。下面的话可以加上一张我们的一个图片，还是点击这9个点，我们这边点击这个图像，把它拖到这个地方来，好放 OK。 好的话选择图像把你的头像的话给加进来，也可以点击这个上传也可以从媒体库里面直接选就可以。媒体库我直接选一张吧，好，点击选择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变小一点。你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我们点击这个样式宽度你可以拉一下它。对齐方式把它左边左对齐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一个圆形的圆角正方形的不是很好看，比如说我这里改成一个200 OK，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圆形把它框起来了这个页面的话，这个页面都非常简单大概这样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最后的话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就有了。那上面的话我们间距的话可以稍微设置一下点击这个6个点，点击这个高级，点击这个先点一下它，解除这个链接。距上还是改一个30吧，距上面稍微远一点。那距下的话就是距底部改成100 OK， 它距离下面就远一点了全部改好以后点一下更新这个页面就差不多关于我们的页面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因为每个网站的话它基本上都有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我们还是非常简单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这3个点，点击退出然后点击这个 W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增加一个新的页面叫做联系我们在增加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安装2个插件。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点击这个增加新的插件第一个我们需要装的叫做 WPFORM就是这个插件，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下立即安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超过500个网站安装了它这个插件它这个说明还是这个插件非常的实用。我们也来安装一个，主要就要用到它里面的一个联系表单。好，接下来还要装另外一个叫做 QI ADDONS这个插件就是这个，然后也是点击立即安装有了这2个插件，等一下我们来设置我们的联系页面的话，那就非常的简单大家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用的知识点非常多如果因为这个视频也非常长，如果你一次性没看完没关系，你可以先点赞收藏一下，你可以先点赞一下等一下的话，你可以在回看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一个观看记录里面再次找到这个视频2个插件已经装好了，我们点击这个已安装的一个插件，我们把刚才装的2个插件把它勾起来，勾上的话点击这上面的启用应用一下后面的自动更新的话，我们也把它开启打开 WP 这个，我们来到这个 QI ADDON
插件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最左下角这个按钮小工具，也就是这个，需要把里面不需要的一些东西关掉。点击这个按钮，来这个关掉，这个也关掉只留下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上面这些的话就全部关掉把这个留下来就可以了。这个表格样式这里我们把这两个东西，这两个留下，这两个不要关。设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击一下上面的这个保存才会生效。我们再点击这个 WP 这里我们点一下它，这里上面我们点击一个新增，这里点击我们继续吧。我们这里需要选择一个模板，模板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就是这个模板，简单的联系表单，点击使用模板。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里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点一下点一下字段点一下它点一下第一个吧，名称这里我们首先点击一下这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隐藏标签，也就是这个名称呢我们不需要让它显示出来，我们让它简洁一点，格式的我们选择一个简单。这里的话就是非常简单。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怎么称呼你，可以点击这个高级，这里改成怎么称呼你，人家只能看到这个页面上面的这个名字的话到时候就不会显示，因为我们让它尽量简洁一点。我们再点到这个电邮，电邮这里也是我们先点击这个高级，要把这个隐藏标签把它隐藏掉，不需要这么多复杂的一些，不需要这么多字。这里的话占位符的话我们改成你常用的一个邮箱可以了。下面的话评论和消息也可以点击这个高级，这里一样的点击隐藏标签。这个占位符的话你可以写上比如说告诉我你的问题差不多了再点一下通用，这个地方呢改成一个必填如果他没有填下面的信息，他就提交不了他的一个评论这里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就点击这个保存就可以了。保存好以后再点这个叉那接下来新建我们的一个页面，点击页面，点击增加页面，这个页面的名字就叫做联系我们。这个页面的简单前期的一些设置和刚才一样，点击这两个圈，点击这个第一个，还有这个里选择这个100%的一个宽度。Padding 的话禁用，下面 Title 这里也是禁用一下，点击企划，再点一下它，发布了。接下来我们点击顶上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点击这个小插件，这里首先点击一下这个这上面的话一样的输入联系我们，点击这9个点，把这个标题拖进来，这个叫做联系我们字体的话稍微跟它改大一点，我刚才一样点击样式，点击这个排版，把它拖大一点点，好，这样的话差不多可以了。下面的话这里可以再点9个点，再加一排小字进一步阐述一下。好，这里的话你可以打字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给我们留言。好，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表单的文件来拖进来，点击9个点，往下面下面东西太多了，我们直接搜吧，搜过 WP 第一个点一下它它就差不多进来了。我们需要对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话进行一下设置，那我们点一下这个表单，这里点击这个样式，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里面这个，比如说提交按钮，我们点击这个 border 这个样式，宽度的话我们可以点击 yes 让它把它全部拉满。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这个按钮的颜色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这里点击比如说点击这个绿色，背景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黑色背景颜色比如说我们改成这个绿色，字的颜色我们改成一个黑色，那字的颜色我们可以改成白色就可以改成一个白色。这个间距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间距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让它稍微近一点吧，可以差不多就这个样子。距离左边右边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下设置，距离我们左边可以稍微设置一下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距离左边那个距离，我们点击这个 input， 点一下它，然后让它离左边远一点。我们再点击高级，再设置一下它的外距，比如说外距离左边30离左边30右边的话我们也设置一下30。
OK， 两边的话都是一个30。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就简单的就设置好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啊，一定记得点一下。好，我们现在可以点击这个眼睛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点一下它啊，可以来到我们首页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网站的话，顶部的话少了一个菜单栏，那底部的话也有点单调，我们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加个 logo 在这里可以，让整个页面的话看起来的话更完善一些。那首先我们来增加我们的顶部的一个菜单栏，我们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选择这个外观，外观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菜单，这里我们新建一个菜单啊，比如说我那个叫主菜单啊，你这里自己设置，点击一个创建，创建以后的话，这个主体比如说我们要显示这个勾上啊，它就会在我们的一个右上角显示，移动端的话也把它勾上，点击一下保存。里面你想显示什么东西，我们点击查看所有。比如说我要显示我的一个博客关系啊，联系我可以把它增加到我们的菜单里面来。增加进来了，你可以拖动它、移动它的位置都没有问题。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保存。保存好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我们点击查看站点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已经有了，我已经加进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我们的首页的一个设置。我们还是先点击一下这个自定义，这上面的话有点这个东西，将你的内容放在此处，我们不需要在上面这个东西，左上角这个东西。好，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顶部模块，点击一般，把启用顶部栏去掉。大家看顶部上面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点一下发布。好，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返回，再点一下返回。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头部，我们需要把这条线也给去掉，让它简洁一点。点击头部，点击这个一般，这里有个页眉边框顶部，点一下它，好，这条线的话它就消失了。好，弄好以后点击发布。好，接下来我们来更改一下我们这上面这个菜单它的一个字体大小，它这里有点小，我们把它稍微改大一点。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排版，这里有个主菜单，我们点一下它。那这个字号的话，我们可以设置大点，比如说我改成18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字已经变大了。或者我改成一个20，OK， 导航栏的字就会大一点。我们点击这个发布。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 logo， 这就是我们的 logo，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返回，再点一下返回。我们点击这个头部，头部的话这里就有 logo。logo 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logo 传进来如果你没有 logo 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工具来简单设置一下。我们点开，比如说我们用 Canva 的话，它是一个在线设计工具，功能非常的强大。那我2分钟教一下大家怎么样这个来设计我们的 logo。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你第一次进来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直接进行一个登录。宽度的话你改成一个1200，高度的话改成一个200。好，这里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设计。好，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文本，这里增加一个文本，点一下它。在中间的话可以打上你的一个品牌的名字，可以点一下它，把它拖大一点。对，就拖大一点点。在左边的话，你可以放一个你的一个 logo 的你的一个图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元素，里面你可以找一下与你品牌相关的一些图案。比如说有风就随便找了一个，比如说我这个 logo 是一台电脑，我就放一台电脑这里吧。这个都非常的简单。好，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和我们的整个颜色网站的一个布局颜色相同比如说我复制一下我的一个主色调比如说我的颜色里面有绿色，那我可以双击一下它，这里点一下这个颜色，把我们的颜色代码粘贴进来这样的话，我的颜色的话差不多就改好了。有时候的话，我们的页面的话，它可能还需要一个，比如说这个字是黑色的。那如果我们的底页是黑色就看不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多复制一个这个页面，我们把我们的底色变成一个黑色这个时候这个字的话我们看不到它，双击一下它，把它的话变成一个白色这样的话我们的2个 logo 的形式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点击这个 share， 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因为这是2个文件，它下载下来的话它就会是一个，这里可以选择格式，点击 download 它下载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压缩文件包，那我们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已经下载好了，我们把它解压出来，直接把它拖出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底，因为这个它底是有颜色，是白色，可以用到一个网站把它的底的话给
背景那个白色的去掉，变成一个透明的。其实 Canva 里面也可以直接去，只是说它需要会员。那没有会员的话，有风教大家直接用一个网站把它去掉就可以了。那你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个英文单词 background remover， 它里面有非常多网站可以帮你进行一个在线的一个去背景。然后把我们刚才的图片上传进来，点击 upload， 把我们要去背景的一个图的话给加进来。比如说这个图我要去掉 ，OK， 大家看没有？一下的话就把它去掉，直接点 download 把它下载下来。我有2张，还有一张黑的，那也把它放进来。方法一样把它下载到电脑上面。我们就可以这里选择 logo， 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点击上传，可以把我们两个颜色的，一个是白的，一个黑的都传进来。首先我们选择这个黑的吧，点击一个选择，选择这个黑的，点击一个选择，向左边拖，让它全部显示完，点击这个右下角裁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太大没有关系，你这里调一下它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是拖动，它就可以调整我们这个图片的大小。这样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了就可以了。设置好以后点这个发布即可。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效果，我们点击这个叉关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这个是我们首页的一个效果这个地方的话当然还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个分类，我们网站的一个分类怎么加呢？我们点击这个 W， 还是刚才一样点击外观，点击菜单如果网站里面有分类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下面有个分类目录，比如说这个分类我要加进来，点一下它，这里点击增加到菜单，这话加进来了。你也可以移动一下它的一个位置，然后点击一个保存。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上面查看一下站点，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也加进来了。如果你还想增加其他分类的话都可以直接往这里同样的方法。现在的话底部的少了点东西，我们底部的话这里比如说加上一个版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加个 logo， 还可以加上一些什么社交媒体的链接都可以加。我们可以还是一样的点击这个自定义，在我们的首页的话点击左上角这个自定义，我们这里往下面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页脚底部把我们的版权信息的话可以加进来。加进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比如说2004到2024温迪有风版权所有点击这个发布我们再点击一下返回这里还有一个页脚小部件，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下面的话有几列，这里的话我觉得有风用1列就可以了，不用设置的太复杂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拉到1列，点击一下发布，点击返回。我们来把我们的 logo 比如说加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这时候点击小工具，这里有个页脚，我们点一下它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的话我们点击比如说一个图片浏览全部，如果这里没看的话你点击这里浏览全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往下面这里有图片，我们点一下它，那你可以把你的 logo 比如说传个 logo 传到这个地方来，从媒体库直接把它加进来。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底是黑色的，这次我就选择这个白色的，点击一个选择，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点大，没关系，我们在这里拖动一下把它变小一点就可以了。好，这样看起来的话那就非常的简单。那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媒体的一些链接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个 social icon， 来我们点击这个，或者点击它，或者点击这个社交图标，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可以增加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图标，点击 social 点击这个比如说 social 分享，就点击这个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呢可以加上任何你想要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上面比如说你的 Twitter 的一个链接加进来你加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对应的一些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加进来，你想加多少都没有问题。下面呢可以加非常非常多加进来以后，那如果你不想要加这个也没有关系，你让你的页面的话看起来就简洁一点，直接点击这3个点把它删掉就可以了我有风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简单的，也不要搞得太复杂我们就这样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行了，点击这个发布按钮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所有页面的话基本上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叉，可以来大概的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首页，那简简单单，这里比如说是我们的博客文章列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的一个页面看起来
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些编栏，关于我们邮件列表最新文章搜索等等。那这里有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还有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整个布局的话，我们已经这个只是我们电脑端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需要优化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或者说平板电脑上看到的一个效果。现在大多数流量的话，它可能都会来源于手机端，所以说手机端的一个显示效果，我们也需要优化一下。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再点击这个页面，点击这个所有页面。那首先的话，我们来优化一下我们的一个首页。首页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看首页这里呢，这里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我们往下面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响应模式，点一下它。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平板电脑一个显示的效果。这里手机端的一个显示的效果很明显，现在手机端看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如果我们更改手机端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一个显示效果，它不会影响我们 PC 端的一个显示效果，我们可以但是如果你更改平板端或者说更改这个手机端这两个它就会相互影响。首先我们先从左到右进行一个更改，先更改平板端。改这个字有点大，我们把它改小一点。点击这支笔，点击这个样式，点击这里有个排版，把这个字体的话稍微变小一点。好，这样就差不多了。把它的一个行高的话稍微更改一下它，稍微拉近一点。这样的话看起来就可以了。点击这个更新，我们再点到这个手机端看一下效果。手机端看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logo 的话有点占的地方有点多，把这个菜单栏都挤到下面来了。我们需要把手机端的 logo 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重新传一下。怎么设置？先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复制一下我们前面一段，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我们把我们的 logo 重新，手机端的 logo 的话重新布局一下。来到首页后，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自定义后我们点击这个头部，头部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移动端菜单，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 logo， 点一下它，把我们的移动端的 logo 的话给传进来。我们用一个黑字的一个 logo， 黑字的 logo 就是这个，点击一个选择图片。这个高度的话，我建议大家设成一个35应该就可以了。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发布，发布以后我们在这边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刷新一下。同样的点击这个响应模式，点一下手机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 logo 的话差不多就上去了。这个菜单这两个字，如果你不想要，你也可以把它关掉，显示菜单文本你不要的话，直接把它勾去掉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发布，那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还是点击这个响应模式手机端。大家可以看到菜单的话两个字就没有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大家看到这3个横杠的话都理解它就是一个菜单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端基本上手机端这里问题不大了，基本上都可以了。这个字的话有点显示一行就可以，点一下这个笔，点击样式，点击排版，把我们的字的话稍微小那么一点可以了，显示在一行就行了。下面的话都没有问题同样的话点击一下更新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首页的话就差不多优化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优化一下我们的其他页面方法的话和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们先退出一下，点击这3个杠，点击退出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3个 W， 我们来到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同样的话我们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还是一样的，点击响应模式，点击这个平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系我们页面基本上没有问题，就不用管它这个也没有问题，我们就不用管它。然后我们还是退出一下，同样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所有的页面的话，你想更改的页面你都可以去改一下。比如说这里还有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点击这个响应模式，点击这个平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这个页面同样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点击这个响应模式，选择平板。OK，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拉一下，让它显示整个页面吧。OK， 可以，这个也可以。样式我们可以让它稍微，比如说大一点的可以，手机上可以稍微大一点，这个的话可以稍微再拉过来一点。OK， 没有问题。好，更新一下，再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手机端的话没有问题都可以全部设置好后都点一下更新
以此类推的话，把我们几个页面的话都稍微优化一下手机端，那每个页面的话都把它优化一下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刚才之前的话有风已经说过，这里有个邮件列表的一个收集表单，那我们现在需要启用一下它的功能，因为启用以后的话，我们才能比如说人家在我们这里填入邮箱以后，点入加入以后的话，我们才能收到它的一个邮箱。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打开这个网站，首先我们打开这个邮件营销平台网站。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第一次的话，你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户你点击这个开始试用，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的话，大家可以看它有个免费版，免费版的话它可以有最多的话可以收集1000个邮件，那1000个的话，我们刚开始作为一个新手，我们可以选择它这个免费版本进行试用一下。当你以后的一个邮件列表人多了，再考虑要不要付费，我们选择免费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邮箱、你的用户名、你的密码，点击注册就可以了。那有风的话之前已经注册过了，我直接点击登录到我的一个后台。这里的话它叫你启用一些安全信息，不需要的话你就点击这个你以后再做。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O 星 WP， 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点击跳过，我们选下面这里有个整合，我们点一下它。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填入我们的这个邮箱的一个 API key， 还有一个 ID 这个在哪里找呢？我们刚才这个页面来找。我们只有填入了这个信息以后的话，那我们这个邮件收集列表清单才会生效。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 API key，API key 的话，我们进入后台以后，我们点击我们的头像，选择这个个人简介，选择这个第二个，我们选择这个 extra， 点一下它，这里有个 API key， 就是点一下。好了，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可以创建。那这里取一个名字，你的API key 的名字，然后点击创建。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 API key。我们点击这个复制一下，复制好以后，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后台，把这个 API key 粘贴进来。这里还需要一个 Audience ID， 也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Audience， 这里点击一个分析。我们点击这个 Audience， 点击这个所有的一个联系人，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它，设置选择好，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 Audience ID， 复制一下它 ，Ctrl 下 C， 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点击一下保存更改。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就已经启用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比如说我们随便填入一个邮箱，我们来测试一下。好，点击加入。好，大家看到这里已经订阅成功，那我们这后台的话就可以收集到访客的一个邮箱号。好，我们点击一下，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邮件营销平台，我们点击 Audience， 选择这里有个所有联系人，看我们刚才加进来的有没有进来。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随便点的这个，这里的话已经被加进来了，说明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已经设置成功了。好，我们现在网站的话，大概的话已经设置好了，但是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安全。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的 WordPress 里面加入一个安全的一个插件同样非常简单，我们点击 W， 我们选择这个插件，增加新的插件，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叫做WordFence， 对，就是一个安全的插件，然后就是这个插件，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立即安装。WordPress 的话，我们一定要安装一个安全插件，这样的话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安全性。然后这里点击一个启用，好，点一下它，好，这里已经启用了。好，这里点击获得我的一个 WordFence 的一个 license， 就是获得它的一个注册码。好，它会自动带我们跳转到它的一个官方网站。我们点击这个。获得一个免费的一个 license，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二个，第一个的话要给钱，我们选择第二个就可以了。这里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号，在这里点一个 yes， 这里勾上一个，打上勾，点击一个注册。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邮箱的话就会收到一封邮件，进入我们的邮箱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收到的它的一封邮件。好，我们点击这个安装我的一个 license， 自动安装。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安装许可证，把这个安全插件的许可证的话安装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里面来。那右下角的话，它会显示一个正在旋转，正在安装。好，这里的话安装成功。好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已经安装好了。现在整个网站的话，我们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插件也已经全部搞好了。我们的第
我们的第一大部分的话，差不多已经完成。我们的网站的话已经构建好了。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关于联盟营销的一些知识啊，这一部分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那联盟营销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通过你推广其他人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服务的话，那你可以从每一笔的交易中的话获得一些佣金。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赚到真正的钱呢？需要一个联盟的链接，再加上访客在 Google 里面找到我们的产品啊，购买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啊，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联盟平台的话非常多，比如说这个 Digital24，还有这个 ClickBank， 还有我们的 Impact 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联盟平台。那你可以注册他们的一个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推广。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它来看一下，那它给的一个佣金提成呢，你可以看到15%的一个提成。30天内，那如果有人通过你的链接，30天以内，他只要付款，那都算你的一个提成。那不同的一个产品的话，它的一个佣金的话会略有不同。随便再点开一个，来看一下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提成的话是75%，非常非常高，而且也是30天的一个 cookie。在 Digital24 上面的话，那还有 ClickBank 上面还有更高佣金的一个提成，比如说这个你推广成个交易单，那你可以获得一个154美元的一个提成，那换成人民币的话700-800了，非常非常的高。那你每推广成交易单的话，你都可以获得一个提成。那有些产品可能单价低，那你可以看到有的单价低的话，那你的提成可能就只有几美元。那这里比如说单价高，它付款了252美元，让我们提成的话30%，那也有75美元。75美元的话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接近500块，也非常非常的高。那比如说这里还有个75，这里有2块也很低啊。总之的话，美元的话再怎么的换算过来，都会比我们人民币要高出非常非常的多。推广的产品的佣金达到一个付款门槛的时候，一般的话他们就会在月底的时候把钱打给你。那收款的方式的话，一般要不就是通过 PayPal。他们会把钱打给你，或者说通过 Wise。那 Wise 的话，你可以注册一个 Wise 的账号。你注册 Wise 以后的话，你可以获得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一个银行的一个账户，也就是说，你可以基本上收到全世界175个国家50种货币的一个账户，你都可以在里面建立你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账户，可以收到全世界的一个钱。所以说收钱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产品给推广出去。当联盟把钱打给你的时候的话，比如说有封这个付款，用的 Wise 进行收款，那这里我就收到一个439美元，那就是联盟平台直接打过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去到我们的 Wise 的一个后台，那进行一个提现。Wise 的话，它可以把钱直接提款到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银行卡，或者做支付宝微信都没有问题。那 PayPal 的话也可以，只是说 PayPal 的话它可能收的手续费稍微要高一点。那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是做网站的话，我们就会涉及到我们要写什么类型的文章，那比较好。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问一下 GPT。我说你现在是一个拥有10年经验的一个联盟营销专家，我准备做一个联盟营销网站。叫 GPT 的话给我一些转换率比较高的一些文章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你第一个文章形式的话，你可以做这种产品评测比较的文章，撰写详细的产品评测文章，那包括产品的优势特点等等。那你还可以制作一些相关产品的一些使用教程，比如说 PS 使用教程，AS 使用教程等等。那你还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专门收集，比如说某某产品的一个优惠码、折扣码也可以做一个联盟营销平台这样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我还可以叫 GPT 的话给出我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案例，比如说产品评测类。X 产品对比 Y 产品，哪个产品更适合你？那就是这种类型的一种文章。那还有说，比如说什么苹果手机详细解析解析一下，比如说苹果手机的优势劣势，以及你的一些使用分享等等。还有一些比较使用，比如说你还可以写一个是苹果3G好还是小米，是苹果手机好用还是一个小米手机好用，这些都是一种文章形式。这种比较的文章形式的话，转化率一般都非常的高，因为它已经在搜索比较了，说明它已经离下单的话已经非常近了。你在你的联盟营销文章里面可以同时放上
2个产品的一个推广链接啊，不管他买哪一个，你都可以获得一个提成啊。还有说，比如说什么样教程啊，比如说如何使用 PS 啊进行一个抠图啊等等，怎么样啊一些比如说哪个软件的一些初学者使用教程啊等等。面对这些初学的话，一般都是一些新手的话，他可能没有任何经验，他正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如果你能给他提供一个好的产品的话，他一般购买的机会还是比较大。那比如说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索这个 VIDIQ with TubeBuddy， 来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他的文章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文章。那这2个工具的话，它都是一个油管的一个视频的优化工具。那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比如说他写的一个 VIDIQ 比较 TubeBuddy 哪一个的话在2023年的话最适合你这就是他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文章稍后的话有空会教大家怎么样写这样的文章，用 AI 的话来帮我们来写出这样非常专业的文章这样的文章的话其实非常的多有很多人其实都在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人你看他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一篇比较专业的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文章我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大家可以看到点击一下它，或者说点击一下这个 VIDIQ 的它就会自动你看跳转到这个联盟营销平台。那如果有人通过这个链接购买到它里面的一些产品这个网站的一个站长的话，他都可以获得一个提成。那总之的话，我们要写出一个高转化率的文章，再找到一个转化率高的一个产品，还需要佣金比较高的一个产品，那缺一不可。那首先你的文章要写好，还有的话，你这个产品的一个转化率一定要高，还有佣金也要高。如果佣金太低的话，那你也挣不了多少钱。另外的话，就是还要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些流量。接下来我们还要找到一些关键词流量比较大竞争比较小的一些关键词。那怎么找的呢？我们可以用到工具来找。那我们可以用到市面上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叫做 SEMrush，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SEO 优化工具。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比如说关键词它的一个搜索量，它的一个竞争程度等等，总之功能非常的强大。那等一下有空会详细给大家演示。在选择产品的时候的话，有空建议大家选择这种虚拟类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上面卖的是一个实物的佣金提成，大家可以看到最高才20%，一般的话只有2%、4%、5%但是我们比如说这个 Impact 上面的一些虚拟产品，随便点开一个，它的佣金的话，你看这个75%随便再点一个这直接成交一单给$100下面还有很多，这个是85%虚拟产品它的佣金提成给的真的非常的高。因为为什么虚拟产品它这个给的85%？为什么虚拟产品佣金这么高？第一个的话，他们没有实际的一些他们没有实物，他们可以减少非常多的一些环节，也不需要有库存，也不需要有仓库所以说虚拟产品的话，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服务，它卖的越多，它就赚的越多实物产品如果你要存很多货的话，你的一个库存量都非常的大所以有空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推广一些虚拟的数字类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市场大利润高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通过写文章来测试不同的一些细分市场的一些，有风总结了一个数字虚拟一个产品推广的一个方向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在这个文档里面的话，有风总结了非常多的一些产品推广方向比如说在线类的一些产品卖课的，比如说在线课程的一个推广电子书的一个推广，还有一些软件教程的一些推广，这些都是一些虚拟产品。还有说一些比如说电子邮件的一些软件，还有网页的一些设计工具，还有软件方面金融科技方面，比如说加密货币区块链等等它相关的一些课程相关的一些工具，电子书还有股票分析的一些工具理财的一些工具 APP 等等，这些的话都是一些虚拟产品，他们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总之非常多还有网络游戏还有音乐还有一些管理工具还有一些自我提升的一些应用APP 课程都是一些虚拟的一些产品。那我们这些产品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推广。那方法的话，还有产品的话，都非常的多。
总之的话，联盟营销的话，它其实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所以说你需要选择因为方向非常多，但是的话，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写这种联盟文章的时候的话，我们写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好？有风这里找到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做的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它可以写什么什么产品的一个 review 测评，这个产品的一个测评，另外的一个产品比如说苹果手机的一个测评小米手机的一个测评。什么工具的一个测评等等等等，后面加一个 review， 我们比如说随便点一个这个软件来看一下，这就是说它这个什么工具的一个测评，2023年最好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这个的话就是他写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话看起来的话非常的专业，而且它还带有视频，往下面呢所有的数据的话都帮你分析的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写的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页面非常的长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访客进来以后的话，就会觉得它这个文章非常有价值除了这种 review 测评的话，它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9个最好的 AI 写作工具2023年它也是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这种形式文章也是可以的进行这种数字列表式11个最好的免费内容生产工具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比如说17个最好用的一个免费 AI 工具等等这样的形式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参考的一个方向。在后面还有很多其他产品的一个 review 测评，它里面呢用了非常多的一些工具还有一些对比的一个测评，刚才给大家看的两个产品之间进行一个对比的一个比如说 A 产品 vs B 产品，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测评，这种文章形式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可以在 GPT 的话里面也可以寻找一些灵感比如说我叫他帮我想了一些比如说最佳什么产品2023年最好的社交媒体管理工具，比如说这个可以是你的工具，你的一个标题比如说如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开发团队等等，如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开发等等，2023年最好的一个在线学习平台评测等等，还有 X vs Y， 比如说 A 产品和 B 产品哪个产品的话更好这样也是一个形式。还有一些行业趋势类的一些文章也可以，比如说2024年人工智能哪一个软件最好用未来展望如何用什么样的产品测评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接下来的话，有风会用几款工具来优化和我们设置我们的一个文章比如说我会用到 Rankermesh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文章 SEO 优化工作，会用到那个 SEMrush 的话来找到一些竞争量比较小但是转化率比较高的一些词。我们还会用到比如说 Impact 里面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佣金比较高的一些联盟的一些产品，通过 SEMrush 的一些关键词研究最终的话写出一篇非常专业的文章，就类似于这个博主这个站长写的一篇文章他真的写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可以来参考学习一下。首先的话，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开始写文章接下来我们马上准备开始写文章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击比如这是我们首页，点击 W 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文章的话，因为刚才这些只是我们的一些案例文章，我们不需要的话，前期的话最好把它删掉，我们不能用这些文章去误导我们的 Google， 会让 Google 觉得我们这个网站的话比较垃圾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一些比较刚才有风做的这些案例的一些文章的话，我先把它全部给删掉。等一下的话，我会向 Google 提交我们的网站数据之前我会写一篇比较好的文章再去进行一个提交。回收站里面的话，我们也把它清空掉，点击显示选项把它这个东西给去掉，不然的话每次的话都会出现。我们需要安装这个Rankermesh 这个插件的话到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来这个插件呢非常的好用，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SEO 优化工具就像这个站长写的文章这种形式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用这种插件来直接一键生成，比如说我点一下它就会自动往下面跳这些功能的话都不是手动设置的，全部都是用我们的工具进行一些设置。首先我们来到我们的文章页，点击这个插件，点击这个增加新的插件，我们这里搜索这个关键词 Rankermesh
也就是这个网站的话，它是有这个网站的一个插件第一个就是它，大家可以看到有超过200万个网站的话安装了这个插件说明的话肯定非常的好用，我们也来装一个。其实做联盟营销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前期可能你看不到什么效果，如果你坚持个1年半载的话，那你后面的话天天都有税后收入，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收入这里已经装好了，我们点击一下启用。好，在这开始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去 RankMash 里面免费注册一个账号账号的话注册都非常简单，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就有个免费的一个注册这里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来到这个，刚才这里我们已经装好了，我们点击这个连接到你的一个账户，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就是有风已经注册好的一个账号，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直接可以重新注册一个就可以了。也可以点击如果你没有，你点击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个登录，有个注册，那这里都可以。这里点击一个集合，这个页面的话，我们选的中间高级我们选一下它，我们等一下需要用到它的一些高级的功能，点击开始。好，这里选择你的博客的形式我们是个人的一个博客，我们选择第一个你网站的名字，这个网站的别名可以没有，先不用填。然后这里的话可以上传一张你的一个 logo， 这是什么 logo 就是在 Google 在搜索出来的时候，你网站显示的一个 logo， 它要求的话是一个112最小的一个尺寸是112乘一个112，也就是需要一个正方形的一个 logo。你可以在这地方上传一个正方形的一个 logo。那我们可以用 PS 的话来直接做一张，或者说你直接用一个在线网站叫做 Photopea然后我们从电脑上打开，把我们刚才 logo 文件的话给传进来，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 logo， 然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裁剪，点一下裁剪，那的话你可以设成一个这里点击一个1:1设置成一个正方形的，因为它的要求的话是正方形的。好，这样的话差不多是个正方形，点击设好以后点击这个勾，把它导出来，点击文件这里有一个导出为PNG GPG 都可以这里点击保存。好，这样的话图片就下载到我们电脑上来了。然后的话我们把我们刚才这个删掉点击上传文件，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的正方形的就传进来点击一个使用这个文件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文件的话已经变成一个正方形的了没有问题了这里的话可以增加你一个社交分享的一个图片，有人分享你的网站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个图片，那你可以这里上传一张，这里点击一个保存继续，我们这里点击连接到 Google 的一个服务，我们点一下它，这里选择你的一个邮箱进行一下登录你的 Google 的一个服务好，这里选择一个接受。好，这个时候的话，这里的话就会显示你的一个网站这里就会显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已经显示出来了。如果说这里没有出现你的网站的一个链接的话，那你可以稍等一下，可能等半个小时刷新一下再来看一下，或者说你换一个浏览器再来试一下都没有问题。如果到最后的话，你这个网站名字还是没显示出来，那有风会在视频下方放上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的话就是专门的解决，如果你的网址没有显示出来官方的话有一个解决方案，那你可以把它直接翻译成英文来看一下，那这里面的话他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一般情况你第一次的话，这里的话都会显示出来没有问题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一个创建一个新的 GA4就是这个，那这个的话非常的关键，我们选择这个，点一下它，点 OK 它已经创建好了。这个时候右边的话，我们这里这里已经创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网站这里 website 它已经有了 OK， 它自动的话就会出现。下面的话是不是要不要通知你？你可以把它勾上，也可以不勾如果这个网站因为只是有风演示，我就把它关掉。那建议大家的话还可以把这个通知的话打开，点击保存继续这里的话它会设置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地图站点地图这里的话默认就可以了，点击保存继续。这个是个啥？我看一下这个是搜索引擎优化调整这个的话默认就可以了，点击保存继续。好，这里他说你的站点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我们RankMash 的话它的一个插件的话已经装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回到我的一个后台这就是 RankMash 的一个 SEO 插件，它现在已经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这里有个分析
分析的话，它就可以分析我们网站的一些数据你刚刚进来的话，因为我们网站现在什么数据都没有，这边都是空的等过几天你的网站有数据以后的话，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网站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排到前3名的有哪些关键词，排到第4到10名的有哪些关键词等等总之的话，它里面的功能的话非常的强大，只是它的一个数据分析功能，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它的一些其他更强大的一些功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写文章。那现在既然有了 AI， 肯定需要用到 GPT 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一些内容创作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有风这里的话会有几个提示语给到它，那相关的一个提示语的话，这些文件的话，有风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有个下载链接，你们都可以直接去下载打开。比如说我们的内容方向的话，你可以写有几种形式，比如说这个是2023年最好的产品之类的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这是一种文章形式。还有什么哪个产品对比哪个产品2023年哪个是最好的一个产品这也是一种文章形式。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评测那也是一种文章。还有一个就是如何使用某某工具这样也是一个文章形式。那里面的一个大概写文章的一个格式的话，有风大概总结了一下，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格式进行一个文章的一个排版布局。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用到 GPT， 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一个 GPT 来注册演示给大家教大家怎么样使用 AI 来帮我们创建一个内容。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打开了 Open， 打开右上角 Try GPT， 我们点一下它。那没有账号的话，你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那注册账号的话，那如果你不会注册的话，那有风会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链接。GPT 的话，你因为注册了一个 GPT 账号的话，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可能还是有点麻烦。那有风的话，在视频下方直接放了一个链接大家的话可以直接来到这个网站来进行购买这个 GPT 账号就可以比如说他这个 GPT 账号卖的是45块钱一个如果你自己去注册的话，可能很多人他都注册不了。如果你自己能搞定注册你直接注册。如果你搞不定，那你有风放了这个网站的链接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直接点击购买购买一个，用你的支付宝用你的 PayPal 付款就可以了。购买以后他会给你一个 ChatGPT 的账号，你可以登录进来直接点击 Try GPT 就可以用账号进行一个登录。那这个网站的话，它不仅是有 GPT 的购买，比如说还有 Midjourney 的一个 AI 绘图软件如果官方购买的话200块钱一个月，如果你这里面可以选择一个合租的话就便宜，合租的话可能只要几十块钱一个月。GPT Plus 的话，它里面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合租这里35块钱一个月。那如果你直接自己去买的话，好像是要100多块钱一个月，合租相对来说便宜一点打开 GPT 以后的话，我会给它第一个提示语。那相关的提示语的话，有风也总结到这个文章里面。那文章的下载链接的话，有风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开来，直接比如说复制一下它相关的链接。那这里面所有涉及到一些这里面所有的提示语的话，等一下有风都会用到。好，我第一个给 GPT 的提示语就是我们来发送给他，我说你现在是一名拥有10年经验的联盟营销赚钱专家，我正在做一个关于网络营销的一个联盟营销网站，我想通过联盟营销赚钱，有什么好的细分市场可以写我先问一下 GPT GPT 它比如说写了健康与健身、数码，还有创业、家庭育儿产品个人发展绿色旅游美妆等等。那如果上面没有你的话，你还可以问他还有吗？或者说你再给他一个方向比如说有风给他一个方向，就关于网络营销在线业务方面的，我问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进行一个推广。比如说他说了，比如说一些电商平台、一些软件，还有一些社交媒体营销，还有一些电子邮件营销在线教育这些教育培训的一些推广，还有办公工具的一些推广网站相关的一些工具有风觉得这个电子邮件方面的话可能还不错，我们可以比如说往这个方面去研究一下。我再进一步给他一个提示现在我的提示语就是说，我想写一篇关于电子邮件营销的工具的文章哪些电子邮件营销工具联盟计划最好
能赚到的钱最多。我问他有哪些邮件营销的工具赚的钱也比较多，叫 GPT 的话给我一些提示，比如说他给了我几个软件的一些名字，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些软件的话来进行一个评测。那如果他给的产品里面没有你找到的，你可以继续再问他，你说还有吗？等等。这样的话他又会帮你推荐一些新的一些工具出来。以此类推的话，你可以一直叫他帮你再给你一些建议。你可以在里面寻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产品的一些灵感方向，比如说它有什么 GetResponse 等等Quality还有什么 ClickFunnels 等等。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找到它的一些相关的文章比如说进他们的官方网站来看一下。比如说这 ClickFunnels，还有这个什么 GetResponse 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一站式营销平台，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推广。只要他给了这些相关的提示语，我们都可以在 Google 里面进行一下搜索。它里面的话没有给出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佣金给了多少，我可以进一步问一下他，说具体的佣金是多少？产品的给出具体产品的佣金。因为 GPT 的话，它的截止日期是2022年1月，它可能无法给出一些具体的产品的佣金。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跳到 ClickFunnels 或者说具体产品的网站去查看一下它的一个佣金。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 GetResponse， 我们可以拉到它的一个最底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Affinity Program， 就是它的一个联盟营销计划。它给的佣金大家可以看到是33%。或者说推广一单有$100，这个佣金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高。还有这个 ClickFunnels 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也是在拉到它的最底部，我们来找一下它的一个联盟。这里也是联盟营销计划。我们一般的话可以，一般的产品联盟营销计划都在最底部，我们拉到最底部去找到它的一个佣金提成。这个 ClickFunnels 它给的提成的话也是30%，给的佣金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推广成功一单，我们就获得30%的佣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因为像这种产品的话，电子邮件营销产品它一般是按年付费的，很多人都是购买1年。GetResponse 也是，我们来点一下它的一个价格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1个月的，我们用计算器给大家算一下，它1个月的费用，比如说这个 PRO 专业版157乘以一个12个月，再乘以一个30%。0.3，相当于说，如果你推广一单产品，他买了1年的话，你这一单就可以赚到$565，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3000多，佣金非常非常的高。这个产品的话一样的，它每个月的话，比如说$48，它每个月给的是48乘以一个12个月，一般的话是按年付，再乘以一个0.3，这个推广一单的话就是每一单$172，换算成人民币也差不多要1000块钱了。给的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做联盟营销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之前没做过的话，你可能觉得难，但是如果你能坚持做个1年半载，你肯定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有风的话也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学习。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找到了我们需要推广的一些产品，我们的文章形式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像这位站长博主的写的这种文章形式，两个产品的一个对比，比如说 VIDQ 对比TubeBuddy 看哪一个产品的话是更好的一个产品。这种文章对比文章的形式的话，很多人也喜欢看比如说你可以把这2个产品的话换成任何你想换的一个产品进行一个对比。那里面这么多产品你可以完全的随机 Active Campaign 的话，还有那个 MailerLite 你也可以给它进行对比。这些产品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进行一个交叉的一个对比，然后写出对应的一个文章。这个思路的话，这个方向的话，大家可以去延伸一下。接下来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要写文章的一种形式。接下来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对应的一些关键词，因为我们需要有数据来支撑。这个关键词有没有流量，它的竞争大不大，它的有没有转换率，我们需要用到第三方的一个工具来查一下。有风用到这个工具叫做 SEMrush。SEMrush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EO 工具，它可以分析和查找一些关键词、一些数据。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免费试用。
那我们先打开它首页，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登录，它也支持中文，你直接点击这个上面这个语言，你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非常的友好，点击注册按钮，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试用。那如果你想访问它的一个全部的功能的话，那你需要填入你的一个信用卡的信息。那它提供7天的一个免费试用。7天以内的话，它都不会从你的一个银行卡上扣钱。7天以后的话，它才会扣。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前期不满意，你在第6天的时候，你在它的后台把那个试用取消掉就可以了。如果你直接进行试用的话，它就有很多功能限制，使用不了。建议大家可以输入一下你的一个信用卡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个7天的一个免费试用。进来以后的话，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后台。后台的话是我们用到最多的一个工具就是 Keyword Magic Tool。关于这个工具的话，有风也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相关的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想详细学习一下这个功能的一些同学的话，可以打开来去详细看一下。那个教程的话，差不多也讲了接近1个小时，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今天的话，有风就简单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工具。来怎么样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关键词？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关键词的话填进来。关键词的话，刚才有风已经找到了，比如说我搜索这个 GetResponse， 它是一个邮件营销平台，它的提成是30%。我现在想做它的一个联盟推广，首先我们需要来找到相关的一些关键词。我们在这个 SEMrush 里面，这里填入它的一个关键词，点击这个搜索，你可以看到这里相关的关键词的话，差不多有6万多个关键词，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术语，有风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的话叫做 intent，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搜索意图，它里面的一共有4个，比如说是 N 有 T 有 C 有 C。还有一个 I， 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 T 或这个 C。这个 N 的话代表一些信息，搜索的人的话，他正在查询。比如说他想查 N 的话，就代表那个搜索的人他在找一个特定的，比如说他只想找苹果的相关信息。这种 SEMrush 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他就给它搭上一个 N。这个 T 的话就是一个转化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搜这个关键词的话，大概率他会马上选择购买产品了，他已经在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临门一脚了。如果是 C 的话，代表一个商业，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话，他正在查询，比如说他想买苹果手机，想买一个三星手机，他正在查是苹果手机好还是三星手机好，或者说在查询2个产品的一个对比，比如说 GetResponse vs Team Email， 就是他在查这2个产品的话哪一个更好，那他一定要购买了。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个 I 的话就是一个 information。这个的话，他在寻找一个答案比如说哪一个手机的拍照效果更好，他也在寻找一个答案，可能找到以后他就会选择购买这个地方我们关注更多的就是这个 T 或这个 C。等一下呢，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筛选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月搜索量，这个就是过去12个月以内它的一个平均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这是个趋势这个就是这个关键词最近一段时间它的一个搜索量是上涨的还是说下滑的，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KD 这个叫做一个关键词一个难度越往红色的话，说明它的一个排名的话就越难。作为一个新网站，那我们需要找到这种带有绿色这种标的，绿色说明它的竞争比较小它的数值是0到100之间数值越小的话数值在30以内的话，说明这个词的话竞争就比较小后面这里有个 result 就是它的一个总的一个搜索结果有搜索出来有多少个网页会出现。作为一个新网站，我们需要把这个 KD 也就是一个关键词的一个困难程度的话要降低，那我们作为一个新网站才有机会排名。可以在这个地方把 KD 这里比如说改成一个0到29%点击这个应用这样筛选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个绿色的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到30%以内的话，它应该就是一些
竞争的话稍微就没有这么难了。作为一个新网站，我们就有机会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排名。这个地方 Intort 刚才有朋友说了，带有 T 或者带有 C 的话，这种关键词它的一个成交购买的欲望是最强。作为一个新网站，那我们需要找到这些精准的一些流量。那我们流量不需要太多，只需要精准，那就可以了。那带这种 C 的话，带这种 T 的话，带有交易的这种性质的一些搜索词是我们最喜欢的。这边我们也看到这里有个 CPC， 如果有广告商它的竞价排名的话，它的一个出价，你看这种带有 T 的出价都非常高，那点一次的话差不多要5美元、6美元。那另外这个也说明了这个词的话非常有价值，不然的话广告商他也不可能出这么高的价去竞争这个词。你看下面还有出更高的，出13美元的来竞价这个词，那后面的出价越高说明这个词更有价值。那我们也可以去做它相关的一个文章。比如说我们觉得第一个词可以，那我们可以点进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比如说 click funnel vs 对比 get response， 哪一个可能哪一个成品更好这是一个关键词，它在对比这2个邮件营销平台哪一个更好。那我们往下面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对应的就是这些网页的一些文章你可以随便点开一个它就可以跳转了这个也打开了，我们换一个。那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我们就可以进入相关的一个文章。那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它文章的一个形式，等一下我们可以模仿来做。那这里有个 Page AS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代表它这个网站的一个权重的分数。分数的话越高的话，说明的话那可能去排名这个关键词有点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你看这就是000，那它的一个分数是0，说明它是一个新的网站，它都能排进去。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新的网站，我们的权重肯定也是0，那我们也是有机会排进去的。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几个网站，它的一个page，它的一个权重分数的话都是0，那它都有机会排进去。那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作为一个新网站，那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也去尝试一下。在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加号，如果你第一次点一下它，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加号，我们点一下它，那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一个列表里面来。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创建比如说你的一个列表，点一下创建，比如说我这里有个叫做邮件营销。OK 点一下这个勾就可以了，就可以加到你的一个列表。等一下你可以进一步找到的，那等一下的话，你可以多收集一些这样的关键词，先加到你的列表里面，后面可以进一步分析。那我们可以在左边，比如说这个关键词管理，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加的词，邮件营销这个就是我们加的一个词，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加进来的一些关注的一些词。那关键词找到以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要写文章了。那我们来到一个我们网站的后台，我们这里点击写文章。那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标题，下面的话就可以是我们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文章它的一个具体怎么写，它的一个类型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这个大佬他写的一个文章。当然的话，有风还准备了一份文件，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形式。比如说这是某某产品对比某某产品，写入2023年，比如说苹果手机对比三星手机2023年哪一个是最好用的一个手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式。那它里面的话需要有一个 H2 的一个标题这个需要一个它里面需要有一个 H2 的一个标题这个 H2 的 H1 有什么区别呢？那大家的话，我可以在 Gmail 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相关的这个模板的一些文章的话，有风都放在这个谷歌云盘里面了，大家可以直接到时候打开来看一下。那我们打开这个文章来看一下，那它有解释 H1 H2 在我们网页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用翻译软件把它翻译过来。为什么要用 H1 H2 H3 标签进行 SEO？ 这个是我们在进行 SEO 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那就是网站的结构及其内容的话，对于 SEO 的话非常的关键。要理解和组织我们网页或文章的内容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这个 H 标签。在编写和优化网页的时候的话，那如何使用标签的话，
就是如何使用 H 标签。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题1，那就可以用 H1，标题2就可以用 H2，它可以用来着重强调我们要优化的一些关键词。那 H1的话，就是代表在你这个篇文章里面，那它的一个是最关键的。那谷歌在搜索抓取的时候，它也会抓取你的 H1，也就是你的标题，那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排名，作为一个主要排名的一个依据。那比如说 H1 标题啊，怎么样进行搜索优化？有1级标题、2级标题，你可以这样理解。那1级标题的话，它的权重会大于2级标题，那它会2级标题它会大于你的一个 3级标题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好，这个内容的话，比如说这个内容，我们可以选中它，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有个标题，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设置成 H2。它就现在的话，它就是以 H2 的标题，它的权重，它这个关键词的权重，那就仅次于我们标题默认是 H1 权重仅次于我们的一个标题的一个权重。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才装了这个 Rank Mesh 这个插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它的一个插件显示，它的总分的话是100分。如果我们这篇文章写的越好，它的分数就越高。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它现在才7分。等一下的话，我们会进一步来设置一下，在下面的话会对你的文章进行一些间隙，怎么样的更改。如果这些全部打勾变成绿色了，说明你这个文章就写的可以了。那我们在作为新手，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工具，借助像 Rank Mesh 这样的工具来帮我们检测一下我们的文章，来给我们文章一些建议。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文章一个标题的一个模板案例，那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粘贴进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已经在 GetResponse 找到我们的关键词了。我们要优化的关键词就是这个 ClickFunnels vs GetResponse， 看哪一个是最好的一个营销工具。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1产品1替换一下，比如说 ClickFunnels vs GetResponse年份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是2024年的。在后面的话可以说哪一个是最好的，那后面我们可以改一下，哪一个是最好的邮件营销平台。好，后面这个 H1 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标题的话就写好了，非常的简单，既包含关键词，也包含大家正在搜索关心的一个问题。那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解决它的问题。那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把它全部给复制过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写的一个模板的一个样式，我们粘贴进来，我们直接把它粘贴进来我们直接把它全显，先把我们这边比如说粘贴过来。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的话，它默认的话，我们要把它设成一个 H2 标题，点一下这个按钮点击标题，把它改成一个 H2。那下一个的话，我们这里的话也要把它改成一个标题，这里改成一个 H2。那我们需要重点强调的一些主题的话，我们都需要把它改成一个 H2 的标题。以此类推，我们把下面的话全部都改成一个 H2 的这样一个标题，那我们这边有文章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Basic SEO， 那里面它有一些勾叉，如果有勾的话，绿色的勾的话，说明我们已经优化的到位了。那这种文章的话，肯定这里只是一个模板，那我们要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暂时不需要这些。那因为我们等一下需要用 GPT 来帮我们写文章，那我们就先把里面的内容的话先给删掉。我们打开 GPT 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我们把提示语发送给他。那这个提示语的话非常的关键这个提示语有风也会放在一个文档里面你下载链接的话已经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给他提示语是这样的，我想让你帮我写一篇博客文章，目标是将这些博客文章的话，在 Google 搜索结构中以关键词，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关键词，我们需要填进来。目标关键词我们这里已经有了，这就是我们要优化的关键词，把它粘贴进来，把这个关键词排名到第1页。关键词这里再来一下目标关键词粘贴进来。这个关键词的话将成为一个焦点关键词。首先的话，我想创建这篇博客文章的一个大纲，帮我列出5到15个类别用于比较这些产品因为 GPT 的话，它每次它只能生成字数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叫它一次性帮我们写这么多字，那我们可以先叫它帮我们列一个大纲出来
那博客的文章的一个大纲啊，接下来GPT 的话，下面的话大纲的话已经帮我们列好了啊，输出的速度非常的快，帮我列了一个14个左右的一个大纲。大纲有了的话接下来可能中间这些内容的话，我可能不需要，我目前的话只需要它前面的，比如说这个引言、定位与用途、价格对比等等。那我把第二个提示语给它，我说只给我标题，然后并将其格式转化成一个 H2。刚才有风也说了。我们下面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标题的话，它需要是一个 H2，也是点一下它标题这里我们需要一个 H2。那所以说我们在 GPT 里面的时候，我直接就叫它帮我生成一个 H2的一个标题，我发送给它。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已经帮我生成好了，但是的话前面有数字，那我不需要前面的数字，那我可以叫它帮我去掉。我告诉它，我说删除标题前面的数字GPT 的话就帮我删好了。这个时候很关键，大家一定要点击这个 copy 代码，点一下这个，你不要直接去复制，要点击这个复制。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把我们它的文章粘贴进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我们点一下它，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H2 的一个标题文章结构了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省掉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写出来文章也非常非常的专业。现在的话，我们文章的一个大纲也有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叫它进一步帮我们每一个，比如说定位与用途、价格与对比，帮我们详细写一下。那我们把接下来这个提示语再发送给他我说现在请为主题比如说我定位价格对比价格比较 ，OK， 我复制一下它。请为这个主题，那在后面的话，你可以跟上所有你想跟上的一些内容请为这个主题价格比较编写内容确保要使用我们的焦点关键词什么焦点关键词我们这个关键词我们需要着重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写作风格的话是信息性的、简洁明了，还叫它告诉我里面增加图片。还要叫 GPT 告诉我在文章哪个位置增加什么样的图片，都叫 GPT 先帮我想一下，发送给他。GPT 的话现在就在帮我们写这个文章了非常非常的快。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 ClickFunnels 它的定价图片的话帮我们想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这个按钮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找到前面的引言的话我们会在最后写我们先在这里价格比较这里我们把它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了这多了一个我们就把它删掉。好，价格比较差不多就已经进了我们文章有了一点点感觉了接下来以此类推，把我们下面的其他内容的话也以这种形式的话把它写出来方法都是一样的复制一下我刚才这个提示语，我们来把我们第二个，比如说页面构建功能叫它把我们页面构建功能详细写一下，只需替换一下关键词就可以了。生成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你自己去写的话有点慢生成好以后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接下来把我们这个你可以删掉，比如说你总觉得你不需要的一些主题，页面构建功能好就这个位置粘贴进来这里有多的重复的都把它删掉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二个也写好了。这里增加什么图片，你看它都告诉你了，他说你可以考虑插入2个平台页面、编辑页面的一个截图等等等等一些工具的截图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图片，或者自己设计一些图片把它插进来以此类推，把下面的全部做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有风的话那我就不一一的这样生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后面的一些东西，我叫 GPT 帮我写一个文章的最后部分，也就是一个结论，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这个结论的话我们放到最后写，因为 GPT 它会记住我们前面说的一些东西，只要你还是在这个页面，你没有换了其他页面，它都会记住你上面所有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我们在最后再叫它帮我写结论的时候，它会根据我们上面提供的信息来帮我们总结。同样的复制一下它，放到我们这个结论这个位置，粘贴进来 OK， 我们的结论也有了，把删掉重复的一些东西，后面这些你不要的话都可以把它删掉。好，上面内容
这样的话内容写好以后，我们前面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引言，我们也可以叫 GPT 帮我们写一下。我给它提示语是这样子的，我说现在为这篇文章写一个简短的引言，确保的话在第一部分的话要使用我们的焦点关键词。焦点关键词再给大家重复我们要优化的这个关键词，一定要让它出现一下，这样可以利于我们 SEO 的一个搜索。这里已经出现了这个位置，我们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的引言部分，把那个删掉，把我们的要的引言这部分加进来，把上面引言2个字删掉。好，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整篇文章这样做下来还是非常的专业了。接下来你要做的话就是进一步把这些内容给完善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大神他的文章结构差不多也是按照这样的形式做下来的。等一下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生成类似于像他这样的一个文章的结构。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跳转，马上有风就会教大家。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右边的一个分数。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Rank Math 这个插件，也就是这个插件，我们点一下它。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些分数。好，我们这里的话，先把我们的焦点关键词给粘贴进来。那我们点开以后，我们要优化的词这个位置，好 OK 粘贴进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分数的话，突然的话就变成58了，因为我们重点的优化的就是这个词可以看到这里打勾了，说明的话有一些部分的话我们已经做的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优化一下它打叉的这些地方。他可以看到，他说我们的焦点关键词的话，在我们的 SEO 的 meta 部分的话，描述部分也是这里的话没有找到没关系，我们叫 GPT 的话来帮我们写一下，把它加到第一句去我给 GPT 的提示语是请在第一句加上我们的焦点关键词，焦点关键词也就是我们要优化的这个词，发送给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焦点关键词的话，它已经跑到前面来了。接下来我们要的就是复制一下它。把这个里面的稍微更改一下，删掉，粘贴进来。好，可以了。可以看到这里焦点关键词已经打勾了。好，我们再来优化第3个。他说这个焦点关键词在我们的 URL 里面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拉到最上面，我们点击它，把这个永久链接这里设置一下，把它复制一下，加进来。好，打了个叉 ，OK， 可以了。好，我们点击。他说这个焦点关键词在我们的一个 URL 里面没有找到，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固定链接里面没找到，没关系。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按钮，点击一下我们的 URL 就是它。好，我们首先点击一下，没有关系。那我们先点击一下这个保存草稿，保存草稿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设置。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URL。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关键词复制过来，就是这个词直接复制粘贴到这里面了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分数，保存。好，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焦点关键词的话，已经在我们的 URL 呢，说明我们这个也优化成功。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步优化。他说这个内容的话只有他说内容的话太短了，建议我们至少要600个字以上。因为我们刚才只是写到了一小部分，因为还有这么多部分没有写。如果我们把它全部写完的话，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字数肯定是能达到600字的。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不用管它。那我们点击其他的一些东西。他说焦点关键词的话没有找到，比如说在那个 H1、H2 标题上面，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话很自然的话把它加进来。比如说价格比较，把我们的焦点关键词复制过来 ，Ctrl 加 C 粘贴进来，设置一下它，点击这个按钮，点击这个H2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它就变成了一个OK，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进来了。这里已经打勾了，没有问题了。这里的话需要增加一个图片，接下来它叫我们增加一个图片，把它 ALT 属性上面也要加上我们的一个焦点关键词，也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它叫我们图片增加的位置，它可以考虑插入一个表格，展示2个价格的一个差异等等。这个价格的话，比如说这个叫做 ClickFunnels， 那我们可以去它的官方的话截个图，他说他可以把2个平台官方的截图截进来，那我们就去把图片截过来吧。打开这个比如说 ClickFunnels， 然后我们找到它的一个价格区域这就是它的价格。
那么好，我们截个图啊，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加 Win 再加 S 键，这样的话就可以截图。截图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保存以后的话，我们把图片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好，下面呢选择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把图片的话上传进来，这个就是我们 ClickFunnels 的一个价格。好，这就是它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下它的一个 ALT 文本属性，那怎么设呢？我们点击它以后，点击这个按钮设置，这里的话就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个替代文本，同样把我们的重点优化的一个关键词复制过来，粘贴到这里来。OK， 差不多可以了。点击一下保存草稿，我们再来回到这个页面。OK， 可以看到，点一下它，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 ALT 也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面走。他说这个链接，他说缺少一些什么外部的一些链接，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把我们的产品的话，有一些的话加一些链接，那等一下我们会加，先不管它。还要增加这个还要增加这个属性，这个是什么呢？大家不懂的话，马上就用 GPT 的话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可能里面还有很多术语的话，你可能不是很懂。那比如说我说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单词在 WordPress 建站中是什么意思？那它是一种用于控制搜索引擎爬虫如何处理连接属性的一个。说这个当一个链接被标记为 defollow 的时候的话，搜索引擎爬虫的话会按照该链接继续跟随着这个链接指向的页面。如果设置了这个 low follow，一个 defollow 和一个 low follow 的话相反的。如果我们设置了这个 low follow 链接的话，当一个链接被标记为 low follow 的时候，搜索引擎爬虫就不会跟随这个链接因此的话就不会传递连接的一个权重。也就是说，有些链接的话，它会起到一个权重的作用。如果我们加了这个 low flow 的话这个链接连到其他页面的话，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权重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个东西的话，等一下我还没加链接，等一下我们加了链接以后再来处理。这下面还有一个加入一个内链，就是加入内链，因为我们站在一个外链很重要，其实内链的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说提到了一个其他地方，提到了一些其他产品，比如说提到了这个产品，那我们还有写关于它这个产品的一些其他文章的话，那我们可以选中它，给它加一个链接进来。那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这篇文章，我们的文章比如说是这里，可以把它加个链接进来 ，OK， 没有问题。这样的话点击一下它它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网站的其他页面去内链的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它这里说还需要我们用 AI， 用它的一个 AI 去优化一下这个内容。那怎么弄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点击这个搜索这里用不了那就算了。这个来用处，这里的话我们其实也优化的差不多了因为刚才用不了了，暂时用不了，我们就不先管它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里还有一个标题的可读性我们这两个都没有问题。这里我再往下面拉他说我们没有用这种表格的这种内容插件这种形式。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说的就是这种内容。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页面。因为我们安装了这个 Runco Mass 这个插件的话，我们这里面就直接可以启用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拉到最上面拉到这个位置，我们按一下回车，我们点击加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搜索一个 rank， 我找到它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我点一下 Table of Contents by Rank Mass， 我们点一下它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种内容的话，它就可以被加进来了。这个就类似于刚才这个网站这种形式，非常的方便。有些比如说他们非常的方便，它可以随便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我们下面对应的一些位置。如果说你下面的话，比如说没有它对应的一个位置，你只是想让它展示这两个字，你可以点击这个眼睛，你可以把它隐藏掉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把它这个链接给取消掉就可以了这个都用起来都非常的简单这种文章形式其实非常好
因为大家如果你文章太长确实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它确实点一下，你看一下，像这个博主他点一下，他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因为他的文章大家看到实在是太长了。我们这个文章如果也要像他这样做下来，也是非常非常的长。我们的文章写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申请一下它的一个联盟链接，比如说当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以在它上面加一个链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联盟的一个链接。当有人购买这个产品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提成。那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GetResponse，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申请它一个联盟账号才可以。我们一般是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联盟联盟计划，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点击这里免费注册。那这里有风必须给大家提醒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新的网站，那你没有流量，你去申请的话，那可能会通不过，因为他们会要求你提供一下你要推广的一个网站，或者说你有 YouTube 频道他们需要看一下觉得可以，他们可能才审核通过你。那所以你前期你在做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先不着急去申请，你可以多写一些文章，当你的文章有流量了以后，你再去申请也来得及大家可以先不着急。有风的话今天就演示比如说我已经申请了这个联盟，现在我去获取它的一个推广链接我可以直接登录进去。登录进去后，我们点击这里头像，这里有个联盟营销平台，我们点进来我们拉到这里看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专属推广链接。我们要做的就是copy 一下这个推广链接，把它很自然的插入，比如说这个我们要推广的这个链接，可以点击它，直接可以把它放进来都可以。但是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不直接这样操作，我们需要用一个插件来管理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联盟链接。那我们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先保存一下这个草稿，我们点击这个 W。按住键盘的 Ctrl 键，点击鼠标左键，让它在一个新的页面打开。我安装一个联盟链接管理的一个插件，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点击增加新的插件。好，这里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 30 Affinity， 就这个30 Affinity 就是它这个我们点击这个立即安装大家可以看到它安装数的话差不多有3万个，这个插件还是非常的流行的。我们点击安装，好，这个插件的安装好了，我们点击一下启用。这里可以关掉上面点一插把它关掉我们在左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插件，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上面增加新的一个联盟链接复制一下它。复制它以后，我们可以这里输入的标题，比如说我这个软件叫做 GetResponse， 可以复制一下它粘贴过来。然后的话下面放上我们的一个联盟的一个链接复制一下它，粘贴进来。然后右边的话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里有个 low follow， 这个的话我们需要点击一个 yes， 因为我们这个链接的话不需要传递一个权重，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联盟链接点一下它，这里设置一个在新的窗口打开，这里我们点击一个 yes， 其他点击一个保存链接就可以了。保存链接以后它这里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这个链接，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我们来看一下它跳转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我们网站的域名后面加了一个这个，来点击一下它，我们来看一下跳转，大家可以看到它就跳到了一个 GetResponse 的一个后台了，说明我们这个链接的话已经设置成功。然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把它加上我们刚才这个联盟的一个经过转换后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把刚才这个链接粘贴进来点击这个提交就可以了再点一下它，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在新的窗口打开没问题一般这种链接的话我们不要设的太多了一般有风会在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引言部分加上一个链接可能还会在中间的时候可能很自然的再加上一个链接，或者说拉到最底部我们还可以增加比如说2个按钮，也来增加一个购买链接然后我们拉到我们最底部，我们还可以增加2个按钮，比如说免费试用这个点击跳转，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button就是一个按钮的意思，点一下它就加进来了第一个比如说你说免费试用这个软件，复制一下它OK 就这样设置好了。后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加号再增加一个，还有一个免费试用另外一个软件叫做 ClickFunnels， 免费试用 ClickFunnels也可以
加进来，然后我们可以让居中对齐，这个也点一下，这个点这个吧，居中对齐，对，这个也是3个都让它居中。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上一个链接点一下它，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的后台，还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链接的话给复制过来，点一下它，这就是我们 GetResponse 的一个链接复制一下它，Ctrl加 C， 再点击这个链接把它加进来，点击这个提交，在新窗口打开，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链接了。同样的，后面的话这个产品也可以加一个链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保存草稿，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预览一下它，在新的标签中预览点一下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好的一个文章一个大概的一个预览。我们点一下它，你看它会跳转到下面对应的位置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这里有我们的链接，我们点一下它，它会跳转到我们这个联盟的一个首页，看了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联盟链接，它已经转换掉了，拉到最底部这里我们再点一下它 ，OK， 这里也没有问题也已经设置好了。这里面的一些链接的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点击，比如说这个文章页面点击这个自定义更改一下这个链接的一个颜色，让它稍微突出一点打开以后，我们点击坐标一般选项，然后点击一般样式。好，往下面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链接的颜色。链接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成其他的一个颜色，比如说你可以更改成红的，鲜一点的没有问题。全体的颜色你看这里已经变红了鼠标如果放到上面去了，它会变成什么颜色？你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就改成这个绿色吧。链接的颜色是红色，鼠标放上去变成绿色弄好以后点击发布一下点击这个叉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链接的话已经设置好了非常的好这个链接一目了然。这个文章的话还没有图片，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特色的一个图片，让它显示在最上面。那我们点击这个设置，点击文章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增加一个特色的图片。图片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一个，那么要用到的工具的话可能就是这个 Canva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强大一个在线设计软件，我们可以来用这个网站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封面图。那我们这里比如说搜索一个 VS， 那就是一个英文对比的意思，那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模板，可以来找一个模板来设计一下它。这种带有这种皇冠的话，说明的话它就需要一个付费才可以使用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好，那我们就点一下它，我们可以配置一下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需要先把它的 logo， 还有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它 logo 这个 GetResponse 的 logo 或者 ClickFunnels 的 logo 的话给下载下来我们先把它这个人的话给删掉这个也可以删掉，把它 logo 的话下载下来。我们可以去 Google 里面下载它的 logo， 比如说 GetResponse， 我们搜一下它我们搜索后面加个 logo OK。这里图片，我们选择一张它的一个图片，比如说这个图片可以，我们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同样的话，把 ClickFunnels 的 logo 的话也找到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上传，把它的 logo 点击这个上传按钮，把它上传进来。上传进来之前呢，我们可能因为它有一些的话有这种白底，可以把它底的话给去掉。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我们搜索这个关键 background cover， 刚才有风也提到过，我们可以把它的背景的话给先去掉，点击上传上传我们刚才这种有背景的一个 logo 直接把它去掉。你看OK， 去掉以后点击 download 同样的把另外一个 logo 的一个背景图也去掉以后点击上传我们的这两个图片去掉了背景的图片上传进来。上传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我有风之前已经上传进来了我可以把它拖到左边，我可以把它拖到右边背景颜色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比如说你这个可以改成一个白色的，这边的话这边这个颜色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黑色的也可以，黑色看不清，那我们改成其他颜色吧，这个颜色改成一个红怎么样？我这个太红了，改成一个蓝色吧，蓝色差不多。然后中间那个 VS 的话，我们颜色的话也可以稍微改一下，比如说左边我们改成蓝色，右边改成红色，那没有问题。设计这个页面的话还是非常简单，这个蓝色看不清，我们可以稍微换一个 ，OK， 这样就可以了。点击这个 Share，
分享。Canva 的话功能非常强大，大家可以好好去研究一下。点击这个下载，把这张图的话给保存到我们电脑上，把页面关掉，然后来到我们的文章页面，点击这下面有个设置特色图片，把我们刚才这个特色图片的话上传进来。OK， 点它设置为特色图片这样的话我们图片这里就好了。点击这个保存草稿，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图片有了，可能有风只是简单的粗略做了一下，那你们可以花点时间来把这个图片的话做得更漂亮。可以看到，你看这个人他做的也是这样子，两个 logo 中间那个 VS， 那我们也差不多类似这样做。可能他做的更漂亮，可能他花的时间更多。那效果原理只要大家明白，那做起来的话只是时间的问题。接下来的话我们还要加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把它增加到分类，比如说我们的分类是联盟营销工具，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增加分类增加一个新的也可以。那下面有标签我们也需要填一下，比如说这个是邮件营销等等等等你后面的话可以填更多的一些标签，到时候标签的话可以分好类。那在发布之前的话，有风建议大家，你看现在我们分数已经变成75分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一些地方，你可以根据它的要求去更改一下都没有问题。我们再预览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发布了。OK，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文章。那当然的话呢，下面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完善，这个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做的。那没有问题，我们点击计划发布一下就可以了。OK， 这已经发布好了这个时候它这个发布就变成了更新，而且以后我们来更改的话，直接点击一下更新就可以了，点击一下查看文章。OK， 这就是我们一个文章发布后的一个页面。这个链接的 URL 地址的话，也包含我们要优化的一个关键词非常的好。最后的话，有风再来总结一下。其实今天的教程非常长大家的话可以多花点时间多看几遍。当然的话，发布文章的话，它是非常消耗时间的。那我们需要用心的做好每一篇文章，我们需要发布非常多高质量的一些文章。光发布文章的话还不够，那我们还需要建立很多外联，还要建立一个更多的外联。那外联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我给你 GPT。那外联的话，它也叫做一个外部链接，也就是说，通过其他网站它跳转到你的网站。如果其他网站它有跳转到你的网站，相当于是它推荐了你的网站。Google 它在比如说新浪网推荐了网站，在新浪网里面有一篇文章，有我这个网站里面的一篇文章的一个链接。当 Google 它去爬取那篇新浪网里面的文章的时候，它就可以顺着这个链接跳转到我们的网站。这样的话就可以间接增加我们的网站的一个权重。只要你的外联足够多，而且外联的一个网站的权重比较高，这种数量越多的话，你的网站的一个慢慢的你的权重慢慢也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在做好我们文章写好我们文章的同时，也要建立更多一个外链一个链接。建立外链的话，你可能还需要认识非常多可能做网站的一些朋友。你有时候的话，大家还有很多人他可能是直接花钱去购买这种外链，就是让我的网站连接到你的网站，但是你必须要给钱才可以。我们拉到最底部，一般的话在网站的最底部的话都有一个什么友情链接这个的话可能就会连接到其他网站，就可以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外链。你的外链越多，外链网站他们的一些权重，其他网站连接到你的网站，它的本身的网站权重比较高，它就会间接带动你网站的一个权重。你的网站权重提高以后的话，那就可以增加你的一个关键词在 Google 里面的一个排名。你的排名越高的话，如果你排到第一页去的话，那你的流量的话肯定会大大的一个增加。你的流量越多的话，你的收入的话肯定也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我是有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本期用的所有的工具链接，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建议大家本期视频的话接近3个小时，建议大家的话认真观看反复的观看。这个也是有风花了几天的时间，录制了接近1天的时间才录制成功的一个课程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